主长了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可我是首富家的继承人，他只是个18线小明星。为了证明不比我差，他选择勾搭上我的未婚妻，预备在我的婚礼上暗戳戳搞事情。可还没等他们开始行动，我就率先宣布取消婚礼。婚礼取消4个字落下后，全场炸了。怎么回事？不是说他跟柳小姐青梅竹马，感情非常的好吗？柳家这次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在一片议论里嘲笑声中，柳如烟黑着脸走到台上呵斥道：“10号，今天是什么场合？你不知道吗？你是疯了吗？”台下顿时一片哗然。瞧瞧这态度，活该被退婚。人家好歹首富继承人，柳如烟以为这是兄自家的佣人呢。石老爷子更是直接黑了脸，柳家的丫头竟然敢在他眼皮子底下这么嚣张，背地里还得了。柳如烟并不想嫁给我，是迫于他爷爷的压力。可当我说出退婚时，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拒绝。很快，柳如烟告诉自己，他心里的白月光是方圆，自己只是有些不甘。凭什么自己费尽心思筹谋了这么多年，10号说退婚就退婚？今天是石柳两家联姻的大日子，婚宴当天新郎悔婚，可以想象今天过后，他将会成为整个北城的笑柄。柳如烟眸子里迸射出一抹凌厉的光芒，不行，这个婚绝不能退。或许是在我面前颐指气使惯了，哪怕眼下形势逼人，柳如烟一开口仍是训斥命令的语气。10号，你能不能不要再任性胡闹了？今天是两家联姻的日子，有什么事情等到婚礼结束以后再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石老爷子掷地有声地说道：“这场婚礼到此为止。”说完，他拍了拍我的后背以示安抚，再转向柳如烟时，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刀。柳如烟本来有被对方的气势吓到，但转念一想，在婚礼当天突然悔婚的人又不是自己，按理说他应该是受害者。他一改先前的颓势，将自己摆在道德制高点，用跟石老爷子平辈的语气开口：“石爷爷，10号他闹着要离婚，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总不能任由他任性吧？”语气中透露着一种“你赶快管管你孙子”的意思。石老爷子瞥了对方一眼，沧桑的眼睛里浮着一丝冰冷，他极具威严地开口道：“我石洪涛的孙子，拥有任性的权利，他想要怎样都可以。”瞬间，整个宴会厅陷入绝对的死寂。明明老爷子没有动手，众人却仿佛听到了耳光在柳如烟脸上拍打的声音。柳如烟自小就顺风顺水，从来没有被人当众这样羞辱过。他忍不住开口质问：“石老爷子，这是打算跟我们柳家决裂是吗？”话音落下，这次是真的响起一段耳光声。柳如烟的脸被扇到一边去，出手的竟是他的亲爷爷柳老爷子。柳如烟不可置信地捂着脸：“爷爷！”柳老爷子气得胡子直抖，一巴掌拍在桌上：“你还有脸叫我爷爷？快给你石爷爷道歉！”此时的柳如烟一脸委屈，泪水如泉水般喷涌而出，一扭头就跑出了婚礼现场。这神转折也是惊呆了全场宾客。柳老爷子脸色黑如锅底，宴会厅瞬间炸开了锅。这婚还结不结了？新娘都跑了，还结什么婚？石大少爷本来就想退婚，这下正好，当初多少女人为石大少爷订婚心碎，现在机会又来了。我走到话筒前，稳定现场，感谢各位到来。很遗憾地宣布，我与柳如烟的婚约就此解除，从今往后各自安好。说完，我直接离开。这场万众瞩目的世纪婚礼就这样戏剧性地落幕了。婚礼结束后，石老爷子见我神色如常，这才放心笑道：“小浩，怎么突然决定要跟柳家那丫头退婚？”我脸色平静，我发现她在外面有男人。婚礼前她还打电话说嫁我只是为了石家财产，等得到您的信任后，柳氏就会吞并石氏，然后一脚踢开我。这话半真半假，我没听过这个电话，但柳如烟后来的所作所为确实如此。石老爷子气得拍而起：“什么？柳家那丫头真这么说？”我斩钉截铁的点头，千真万确。要是单纯出轨我还能忍，但我绝不能容忍有人算计石家。石老爷子强压怒火：“小浩没事，爷爷一定让柳如烟付出代价。”说到最后，语气里已带上森然杀意。我却突然摇头：“爷爷，光解决柳如烟没用，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其实我想进石氏工作。”石老爷子顿时愣住：“小浩怎么突然想进公司了？”这反应很正常，原主从小痴迷绘画，在艺术圈小有名气。石老爷子虽然想培养我接班，但见我志不在此，也就由着我追求梦想。10号啊，你最喜欢画画，爷爷只希望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心头微暖，这老爷子对孙子确实掏心掏肺，可惜老人家终究不能护我一辈子，否则前世的10号也不会落得那般凄惨下场。爷爷，你不能陪我一辈子，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接手公司。老爷子欣慰的点点头，我接手公司最重要的事就是好好处理这个男主方圆。另一边，方圆突然打了个寒战，总觉得有人在暗中盯着他，不过这点不安很快被他抛到脑后。转身回头，他满眼惊喜地望着眼前的女人：“如烟，你怎么来了？”原本方圆还在公寓里借酒消愁，没想到柳如烟会突然出现，两人从门口纠缠到床上，直到夜幕降临。事后，方圆小心翼翼地问：“今天不是你和10号的婚礼吗？你这样过来？”话还没说完就被柳如烟打断：“别提他了，我们已经退婚了。”方圆眼睛一亮：“真的吗？你真的不会嫁给他了？”柳如烟心里闪过一丝异样，但很快被多年的不甘压过。是我提的退婚。一夜缠绵后，第二天，方圆神采奕奕地来到石氏娱乐。在石氏娱乐，谁不知道方圆背后有位神秘精？明明只是个3线艺人，却住着公司公寓，出入有保姆车接送，这待遇连1线明星都眼红。几个小艺人立刻恭敬地问好：“方圆哥好。”方圆微笑着点头回应。今天他心情特别好，连妆都懒得妆。柳如烟终于答应不嫁那个石家少爷了。刚出电梯就遇见经纪人方玲：“玲姐早。”方圆温柔一笑，方玲神色凝重：“石氏空降新总裁，公司要大换血，我得去33层开会。”方圆不以为意地让开路，有柳如烟撑腰，换谁都动不了自己。这时方玲神秘一笑：“对了，休息室有几个男1号剧本，你很快就要跻身1线了。”方圆眼睛一亮，激动地抓住方玲的手臂：“玲姐，这是真的吗？”方玲
含笑点头。方圆飞奔回休息室，手忙脚乱地翻找剧本，他终于要当男一号了。星途璀璨的日子就在眼前。皇天大厦33层会议室，各部门高层窃窃私语，都在猜测石氏集团空降的新总裁。一朝天子一朝臣，谁都担心自己的前程。10点整，沉重的会议室大门缓缓推开，我气场十足地走进来，众高层暗自吃惊，这新 CEO 也太年轻了。不少人脸上露出轻蔑之色。我目光扫过众人，淡淡开口：“我是10号。”简单4个字让所有人瞬间变色。这可是石氏集团的大少爷，刚才还心存轻视的高层们立刻换上笑脸。石少爷好，我翘起2郎腿，在这里，请叫我石总。众人齐声应道：“明白了，石总。”我满意的点头。很好，接管石氏娱乐比我想象中顺利。大少爷这个身份确实好用。方林被点名的方林心头一紧，石总有什么吩咐？我漫不经心道：“你手下是不是有个叫方圆的艺人？”方林谨慎回答：“是的，他今年21岁，演过几部大制作的男二号，目前是公司的3线艺人。”闻言，我嘴角微微上扬，瞥了一眼方林，真巧，跟你同姓的，我早就调查清楚。方圆原本的经纪人并非方林，是柳如烟暗中操作才换过来的，现在是时候让一切回归正轨了。方林摸不准这位大少爷的心思，只能中肯评价方圆商业价值不错，暂时没什么负面新闻。我突然敛起笑容，那个跟你名字相似的小艺人，我很不喜欢，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方林笑容僵在脸上，石总放心，我明白的。17楼，方圆正认真研读剧本，方林给他挑的资源不错，仙侠都市校园剧应有尽有。方圆最喜欢这个仙侠剧本，故事讲述小镇少年意外踏上修仙之路，与师尊魔君妖皇等角色女子展开爱恨纠葛。他幻想着自己出演男主角后一炮而红，跻身一线明星，片约代言不断的美梦。方林推门而入时，方圆正笑容灿烂迎接：“林姐回来了。”新总裁是谁啊？我看了剧本，连上仙很不错。方林面无表情的打断：“连上仙不能给你。”方圆笑容僵住，眼底闪过失望，但很快调整好情绪：“那青春型这个校园剧也可以。”方林再次打断：“也不是给你的。”方圆瞪大眼睛：“林姐，你在开玩笑吧？”方林冷笑一声：“谁跟你开玩笑？从今天起，你的资源全部收回，转给秦泱泱，这是通知，不是商量。”方圆声音发颤：“什么？把我的资源全给秦泱泱？为什么？”方林冷冷丢下一句：“好好想想你最近得罪了谁。”方圆脸色骤变：“难道是……”另一边33层总裁办公室，我懒洋洋转着椅子，系统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救赎云溪。”我微勾坏笑，这个名字不错，要我改变他的结局吗？有意思，让我看看这一世的云溪结局有多惨。这一世的云溪是个标准的恶毒女配，作为当红偶像，她原本星途璀璨，却因为男主方圆的喜欢而惹祸上身。可柳如烟喜欢方圆，导致云溪莫名的惹祸上身。在柳氏集团的打压下，云溪很快深陷丑闻，赔光积蓄还欠下巨债。更惨的是，她重病的母亲不想拖累她，自行拔掉氧气管离世。接连遭受打击的云溪最终患上抑郁症，选择割腕结束生命。与此同时，云溪压了压黑色鸭舌帽，走出石氏娱乐大厦。经纪人刚暗示他，有位富商看中了他，只要肯牺牲就能重回巅峰。娱乐圈潜规则很正常，经纪人循循善诱，云溪头也不回的离开。身后传来经纪人恼羞成怒的吼声：“装什么清高？被刘总封杀后，你迟早要来求我。”少女抿着苍白的唇，攥着医药单往医院赶。到了医院，云溪推开病房门，病床上的女人虽然脸色苍白，但眉眼间仍能看出年轻时的美貌。云溪来了，云溪连忙上前：“妈，您别动，我扶您。”云母问起家常，最近工作不忙吗？怎么天天来看我？云溪轻描淡写地带过，忙完了。她不想让母亲知道那些糟心事。母女俩聊了会天，直到母亲睡着，云溪才轻手轻脚离开病房。刚关上门，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求职 App 上跳出一条私信：需要人体模特，时薪1万。看着时薪1万4个字，缺钱的云溪心动了。半小时后，云溪站在水墨兰亭别墅区门口，这个曾经她当红时都买不起的豪宅区，此刻让她倍感压力。按响门铃的瞬间，她差点想转身逃走。经历过全网黑后的雪藏，甚至被人刻意刁难找不到工作的她，不得不提高警惕。毕竟以她的长相，打她主意的男人很多。别墅大门缓缓打开，出乎意料，站在门后的不是脑满肠肥的中年富商，而是个年轻女孩。云溪暗自松了口气：“你好，我是来应聘人体模特的云溪。”女孩突然瞪大眼睛指着她：“啊，你不就是那个大明星？曾经是。”云溪语气平静：“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女孩连忙摆手：“约你的不是我，是我家少爷，请进吧。”云溪跟着小兰走进别墅，在2楼画室前，小兰停下脚步：“少爷吩咐过，您自己进去就好。”小兰压低声音：“记住，无论少爷说什么都要照做，千万别质疑。”云溪轻轻点头，带小兰离开。她才走进画室，同时一道慵懒的嗓音便飘了过来：“把衣服脱了。”少女瞬间涨红了脸：“脱衣服？”云溪慌乱后退半步：“我只是来当模特的，不是来干什么的。”说完，她就要转身离开。画架后突然传来一声轻笑，云溪脚步一顿：“你笑什么？”云溪明知道此刻该立即离开的，却被那道笑声勾住了魂。画架后传来男人慵懒的声音：“你好像误会了，我让你脱衣服。”我画笔在指尖轻转：“云小姐，还记得今天是来做什么的吗？”少女抿了抿唇：“人体模特，没错。”我放下画笔，语调带着若有似无的撩拨：“我是要画你的身体。”云溪站在原地，耳尖泛起波红，理智催促她离开，可双腿却像生了根。这时画架后又传来轻笑：“很好，从现在开始按我的规则来。”我声音突然带上几分强势：“不许质疑，明白吗？”少女红着脸点头。我突然发声，转过去，少女老实转过身，我正朝她走来，脚步声渐近。云溪早知道雇主是个男人，只是没想到这么高贵帅气。我走来走去打量着云溪，绕到面前时，云溪终于忍不住开口：“你在看什么？”我坏笑道：“验货呀，总得看看你合不合格。”我忽然凑近，云溪呼吸一滞，男人近在咫尺的脸让她脸红心跳。我瞧着她青涩的反应，暗自好笑，这届的女配居然这么纯情，有意思。仙女姐姐，你好像很紧张。云溪听到姐姐这个称呼时，微微怔了一下。自从被全网黑河公司雪藏后，已经很久没人这样叫她了。我凑近她耳边，带着调笑的语气又叫了一声：“姐姐怎么了吗？”云溪的耳尖瞬间红得滴血。我没紧张，我只是有点热。我捏了捏她
发烫的耳垂。可是姐姐你耳朵都红了呢。云溪一把抓住我的手，别随便碰我耳朵。我坏笑道，我可不是随便碰的，我是很认真在碰。云溪一时语塞，我挥挥手，好了，不逗你了，现在把衣服脱了吧。空气凝固了几秒，云溪知道我只是要画画，但这直白的命令还是让她耳尖发烫。她害羞的小声说，能请你先转身吗？我眼尾微挑，姐姐害羞了？不是。云溪声音清淡，我只是不习惯被人看着脱衣服。我笑了笑，还说不是害羞，姐姐只是被看几下就这么害羞。等一下我要画姐姐不穿衣服的样子，可是要一直目不转睛的盯你看呢，要不我来帮你脱吧，先习惯习惯。云溪慌忙拒绝，不用了。我噗呲一声笑了出来。云溪还是无法在一个男人面前光着身子。我看了眼时间，现在是下午2点45分。你说过按时薪1万计算。我点了点头开口，没错。不过姐姐你就打算这样让我画吗？云溪的眼神分明在反问着。不然呢？这样当然不行。拍写真急，摄影师都要求你摆出 pose， 对着镜头笑，难道你就这样一副僵硬的让我画你吗？云溪沉吟片刻看向我，你的画主题是什么？我坏笑道，诱惑还有欲望。闻言云溪脸色一僵，诱惑和欲望，就算是面对镜头从不畏惧怯场的昔日偶像明星，在听到我让他表现出这2个字后，也不免窘迫。往日公司给云溪定位的人设是贴合他本身性格的高冷偶像，走进日系美少女路线的云溪，听到我的话，云溪略微无措，就连说话都开始磕绊了。见状我摆了摆手开口，算了，不用拖了，也不用摆了，就这样画吧。说完我坐回画架，拿起画笔开始在画布上涂抹。小花灵菲菲忍了好久，终于忍不住冒了出来，语气纠结地道，主人，您刚刚那样对待主神不太好吧？我立即纠正小花灵菲菲，不是主神，只是主神碎片之一。小花灵菲菲扇了扇翅膀，说的好像也没错哎，可是主人，那可是主神啊，您这样做就不怕主神大人他将来找您算账吗？怕什么？我眼尾一挑，让不让我撩是他的气度，至于撩不撩得动就是我的本事了。主什么？不都是拈花一笑怜悯众生的吗？我就只是撩撩，又不做什么，没犯什么罪不可赦的大错吧？主人您这只是撩撩又不做什么，就显得很渣男。这边我撩主神碎片撩得不亦乐乎，方圆那边可就没那么好运。方圆的心情可以称得上是愁云惨淡，经纪人方林怪他得罪了大人物，停了他目前所有的工作，原本属于他的资源全部倾斜给了秦泱泱大友，一副捧新人秦泱泱准备雪藏他的架势。虽然方圆是为了追星才进入娱乐圈，可是在尝到过万众瞩目众星捧月的滋味后，谁又舍得，谁又甘愿退回到自己原本的位置上，重新回归平凡，沦为一个泯然众生的普通人呢？反正方圆是不愿意的，当明星多好啊，走到哪里都被粉丝捧着，随便拍个广告拍个电视剧就有好几百万，哪怕他只是做一件非常简单普通的事情，也立刻有一群粉丝跑来赞美。方圆享受这种星光加身的感觉，无疑是最大程度满足了他的虚荣。如今方林拿出要雪藏他的架势，不想失去身为明星时拥有的一切的方圆自然慌了。方圆第一个想到求助的人就是柳如烟，可是身为一个立着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倔强可爱的草根人设的男主，方圆怎么能够一出事就去找柳如烟解决问题呢？这样他跟那些被包养的小白脸有什么区别？可一旁的柳如烟见方圆不高兴，他喜欢方圆，自然不介意花费心思哄他。在高级西餐厅包场定下烛光晚餐，在优美的气氛下，一杯红酒下肚后，柳如烟只是问了一句怎么了，方圆就满腔委屈的将白日里在公司被方林欺负的事情给说了。林姐说我得罪了大人物，上面发了话才要封杀雪藏我，可是如烟你知道的，我一向都跟别人关系很好，哪里会得罪人？如烟，做明星是我的梦想，现在他是不是快要被毁掉了？话语撇清了自己的关系，仿佛在暗示什么一般。柳如烟不负方圆的期望，听懂了他的暗示，几乎是第一时间开口道，方圆你一向纯真善良，怎么可能会得罪人？一定是10号搞的鬼。皇天娱乐是10氏集团的产业，他肯定是知道了你的存在，所以那天才会退婚2个字差一点被柳如烟给说漏了嘴，幸好他及时刹住车，不然要是被方圆知道他是被最厌烦的男人给退了婚，岂不是让人笑话？柳如烟顿了下，模糊掉退婚的字眼，想起婚礼当天自己被我退婚的事情，越发愤懑难平了。方圆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让10号给你一个交代。方圆自然相信柳如烟的话，有了柳如烟的保证，他就不担心了。吃完浪漫的晚餐后，柳如烟叫来服务员结账，甩出一张黑卡，谁知过了片刻，服务员拿着卡回来，对不起女士，您的卡被冻结了，是否换一张支付？柳如烟脸色难看，卡被冻结，很快想通了，肯定是刘老爷子做的，因为他婚礼当天跑掉，刘老爷子就对他使用了经济上的制裁，其他的卡不必多想，肯定也被冻结掉了。包场高级西餐厅吃一顿2人世界的浪漫烛光晚餐，结果却没有钱付账，这就尴尬了。柳如烟从出生以来第一次这么丢脸，还丢到了心爱的男人面前，最后还是方圆善解人意的主动拿出自己的卡结了账。方圆知道柳如烟心高气傲，他生怕柳如烟不高兴，连忙柔声软语地道，如烟，我还是第一次在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付账，这种感觉真是不错呢，以后你多让我付几回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好不好？方圆聪明的没有问柳如烟为什么卡被冻结掉了，巧妙的用语言艺术化解了柳如烟的尴尬。果然方圆这么一说，柳如烟的脸色总算好了一些。2人回到方圆的公寓，柳如烟给刘老爷子打了个电话，一开口就是质问，爷爷您为什么停掉我的卡？刘老爷子冷笑一声，时隔几天终于等到柳如烟打电话回来，可却是质问他为什么停掉他的卡。柳如烟可真是他的好孙女啊。刘老爷子直呼其名，缓缓的开口道，柳如烟，停掉你卡的原因你自己心知肚明。柳如烟语气一滞，他握紧了手机愤愤开口，爷爷，我早就说过我不喜欢10号，是你非要逼着我嫁给他。刘老爷子被气笑了，能够嫁给首富孙子，不知道是拦成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偏偏柳如烟这个混蛋丫头拎不清，放着好好的首富少爷不要，喜欢上一个戏子，那你喜欢谁？那个戏子吗？柳如烟，你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没有柳家你什么都不是，给你3天的时间好好考虑清楚，要么回来给10号认错，求他原谅继续婚礼，要么你名下的资产我都会一一收回来。经济制裁一贯是大家长的手段，只不过柳如烟一看就是没有接受过社会毒打的豪门小姐，用比刘老爷子更冷的语气回了2个字，随您。说完就挂断了
了电话，刘老爷子被气了个倒仰，恼怒的命人收回柳如烟名下的资产。此刻柳如烟沦落为离家出走、被制裁经济的落魄千金。方圆非但不嫌弃她，反而大为感动，从背后拥抱住她。如烟，你和你爷爷的话我都听到了，你都是为了我才跟家里闹翻的，从今以后就让我来养你好不好？柳如烟正在气头上，只觉得刘老爷子一直逼她，满腔愤懑郁结在心，得不到抒发。若是方圆在这个时候劝她向刘老爷子低头认错，回到柳家去，柳如烟不但不会感激，反而会迁怒方圆。可方圆这么说，柳如烟倒是觉得世间还有人懂她，顿时感觉说要养她的方圆格外有魅力。方圆，我果然没有爱错人。被赶出家门的落魄千金柳如烟，就在方圆的小公寓里住了下来。住惯了别墅豪宅，第一次蜗居在这种小公寓里，对柳如烟来说倒是一种难得且新鲜的体验。两人缠绵了几日，方圆才想起自己的明星事业。柳如烟决定跟方圆共同前往皇天娱乐，打算给方圆撑腰。方圆，我跟你一起去，我倒是要看看你那个经纪人还敢不敢欺负你。一到皇天娱乐，柳如烟牵着方圆的手，浑身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千金小姐的气势，冰冷的眼神如寒夜般的看着方琳。就是你欺负我的方圆，把他的资源给了别人，还想雪藏他。方琳又惊又怒，看了方圆一眼。柳如烟这张脸登过经济报，蓝城首富少爷的未婚妻，谁人不知？方琳一直都知道方圆肯定背后有金主，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金主会是柳如烟。难怪10大少爷要对付他，方圆可真是害死他了，什么女人的床都敢上。有柳如烟撑腰的方圆根本不怕方琳，他往柳如烟身上一靠，如烟，琳姐其实对我挺好的，她也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怪她。方琳也在一旁开口，刘总欺负谈不上，这是皇天娱乐公司内部做出的决定。内部决定？柳如烟勾了勾唇，冷冷一笑，很好，把你们黄总叫过来。黄总是皇天娱乐的前 CEO， 显然柳如烟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她以为听到自己叫黄总，方琳总该露出几分惶恐的神色，谁知方琳眼睛眨也不眨的回道：对不起，刘总，黄总他被解雇了。柳如烟皱眉，隐约间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受控制了，被解雇了。方琳不卑不亢的说道：没错，现在皇天娱乐的 CEO 是石总。石总？柳如烟没想过方琳口中的石总会是我。原主石浩是气质安静忧郁的画家，总是安安静静的，石少爷跟石总这个称呼实在是令人很难想象到一起去。方琳目光闪了闪，忽然看了眼亲密抱在一起的柳如烟和方圆两人，生出了报复的心思，开口问道：刘总要见一见石总吗？柳如烟是来给小情人方圆撑腰的，自然不能空手而归，不然岂不是在小情人面前丢脸？就算是皇天娱乐 CEO 换人了又怎么样？石榴两家乃是世交，只要他柳如烟爆出自己的身份，还怕这个新上任的石总不给他3分面子？柳如烟下颌一抬，脸上神色带着傲慢，朝方琳颐指气使地道：自然要见，你现在马上让这个什么石总过来见我。方琳嘴角划过一丝古怪的笑意，好的，柳总请稍等，我这就通知石总。随即当着柳如烟的面，用内线电话转接到总裁办公室。从柳如烟和方圆踏入皇天娱乐大厦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知情，所以接到方琳的电话，我并不如何意外，倒是听见方琳的话，我笑了清清吐字，呵，真是好笑。他柳如烟是个什么东西，也配让我去见他？我微微往后一仰，姿态慵懒地坐在旋转座椅上，要么柳如烟自己滚上33层来见我，要么就让保安把不相干的人扔出皇天娱乐。收到指令的方琳嘴角翘了翘，恭敬地回道：是，石总。方圆狗仗人势，还不是仗着背后有柳如烟撑腰？说到底石氏集团才是给他发工资给饭吃的金主，柳如烟凭什么在他面前来耀武扬威？还不是仗着石少爷的喜欢。石少爷喜欢柳如烟的时候，柳如烟是石氏集团的未来女主人，整个皇天娱乐上下都要给他3分面子。可当石少爷不喜欢他的时候，柳如烟又算个什么东西？现在得知石少爷的态度，方琳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转头向柳如烟转告我的话，嘴角含着一抹不太明显的嘲讽的冷笑。刘总，石总说他很忙，没有空下来。刘总，您若是想见他，就请上33层的总裁办公室，对方毕竟还是柳家的小姐，就算不是石氏集团的少夫人，那也比起他一个小小的经纪人身份要尊贵得多。所以方琳说话还给柳如烟留了几分面子，没有将我的话一字不变的转达，不然要是让柳如烟知道我的原话是让他滚上来，不保证柳如烟会不会被气死。饶是方琳都已经这么给柳如烟留面子，柳如烟听到石总不下来，反而让他亲自上33层总裁办公室，还是被气笑了。柳如烟怒笑着问道：你难道没有告诉他我的身份？没错。柳如烟还以为这位石总是别人呢。方琳用一种你耳朵没问题吧的眼神看着柳如烟，提醒他道：刘总，你的身份我一开始就已经告诉石总了，您刚刚难道没有听见吗？闻言柳如烟脸有点疼，他自然是听见了，所以对方无视他的身份，令他越发的愤怒。柳如烟很少这么不被人放在眼里过，当即冷笑一声道：我倒是要看看这个石总是何方神圣。等到柳如烟携着方圆来到33层，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他看到我坐在里面的那一刻，顿时傻眼了。我看着他笑了笑，怎么进来？不知道敲门吗？还是柳小姐的家教就是如此？闻言柳如烟回过神来，皱眉开口：石浩，你休想欺负方圆。柳如烟完全没有注意到，当他的口中说出石浩的时候，方圆整个人呆滞住了，就连眼珠都僵硬的发直。他知道柳如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却不想竟是眼前这个帅气的男总裁。此时的他感觉特别尴尬，可我却连眼神都没有给他一个，笑着回应柳如烟的话：柳小姐，这是哪只狗眼看到我欺负你的小情人了？闻言柳如烟一脸不可置信，一向喜欢自己的石浩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他又震惊又羞怒。石浩你……然而话到嘴边却不知该说什么，一时气急了语塞。我嘲讽地看着他反问：我什么？一旁的方圆见状连忙开口：石少爷，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如烟？话还未说完，我一个眼神斜睨过去，我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何时轮到你来教我？方圆咽了咽口水，莫名的觉得害怕，但是想起身边有柳如烟在，谅他也不敢对自己做什么，再者怎么也得在柳如烟面前表现一番。于是方圆硬着头皮继续开口：石总，如烟她是柳家小姐，柳氏
氏集团总裁，她是一个女人，你怎么能如此不给她面子，肆意辱骂如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朝方圆看了过去，笑了笑。方圆，那是你，只有你才需要奉承和讨好你眼前的这个女人，而我不一样。柳如烟，我骂就骂了，她又能拿我怎么办呢？这就是我跟你的区别。方圆不敢反驳，因为我动动手指头就能够毁了她。见心爱的小奶狗维护自己被我给对了，柳如烟自然坐不住，怒视着我冷声道：石浩，你得意什么？你不过是仗着石家的家世肆意妄为而已。今天我过来问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方圆？看有人帮忙出头，方圆连忙开口：石总，林姐说你停掉了我目前所有的工作。我方圆虽然人微言轻，不比你生来就是大少爷首富孙子，可是我们穷人也是有尊严有骨气的。若是石总你再继续这样逼迫我，在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时候，也只能够鱼死网破了。闻言我瞥了他一眼，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方圆继续开口，虽然石家是蓝城首富，可是也不能够一手遮天，不是吗？说这话时他看着我的眼睛，仿佛在提醒我，他方圆好歹也是拥有很多粉丝的偶像明星，我要是不给他活路，他也必定跟我拼个鱼死网破。我轻蔑地呵笑了声，你错了，石家在蓝城就是可以一手遮天。我提醒一句，虽然我现在瞧不上柳如烟了，但是有一点望你记清楚，在此之前，柳如烟是我的未婚妻，你充其量就是一个小白脸。你说要是被你的粉丝们知道，他们心目中的男神是个小白脸，你觉得会怎样？闻言，方圆瞳孔蓦然收缩，见状，柳如烟忍不住对道：石浩，你不要太过分，我从来不喜欢你，没有承认过你是我的未婚夫，你有什么资格说他是第三者？他护着方圆，换做从前石浩听到自己这么说，定然会露出受伤的神情。柳如烟心里依旧这样认为，我笑了笑出声道：好巧，我也不想承认，只是这些年柳家靠着石家也捞了不少的好处，你不想承认不重要，在世人眼里，你就是石家抛弃的媳妇。柳如烟从我口中听到石家媳妇这个称呼的时候，就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怒气冲昏了他的头脑。见状，我勾了勾嘴角，继续开口：我现在是皇天娱乐的执行总裁，方圆是公司艺人，你在娱乐圈里有今天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来的？你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也不知道怎么有脸，好意思到我面前来叫嚣？我很忙的，没什么事的话就滚吧。说完，我按下内线，让秘书进来，将多余又碍眼的柳如烟和方圆给请出去。就算两人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方圆迷茫又委屈地道：如烟，我跟皇天娱乐签了10年长约，石少爷手里捏着我的合约，他现在因爱生恨，我往后的前途该怎么办？闻言，柳如烟一怔，是因爱生恨吗？他这才恍然大悟，心中又有了一种莫名的底气。没有爱，哪里来的恨？石浩果然还是爱自己的。我就说嘛，一个人怎么可能变心变得这样快？想到这，又突然有了底气，牵起方圆的手开口：方圆，你放心，这件事我帮你解决。石家固然是蓝城首富，但是我柳家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违约，违约金我来替你付。柳氏集团旗下也有影视公司，虽然比不得皇天娱乐，只要你签过来，我怎么也不会让你受了委屈。何况石浩在皇天娱乐仗着自己石家少爷的身份胡作非为，他爷爷未必知情，石老爷子如果知情，必定不会让石浩再胡闹。说完，他直接一个电话打到石老爷子那里。石老爷子，石浩根本就不懂公司管理，他在皇天娱乐里胡作非为，凭着心情和喜好随意打压艺人，原本一个努力有前途的艺人就此被埋没。老爷子，你觉得合适吗？石老爷子当即就冷笑出声：我的孙子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那个努力有前途的艺人就是你那个小白脸方圆吧？之前我提醒过石老爷子后，他命人查了柳如烟，知道了方圆的事情。柳如烟不知道怎么解释，硬着头皮开口：石老爷子，我没有私心的，我提醒你，还不是担心石浩把皇天娱乐给败光搞垮。皇天娱乐毕竟是石家赚钱的产业之一，我也是为了你们石家好啊。石老爷子冷笑一声：不需要，只要石浩高兴，一个小小的皇天娱乐，就算给石浩练手玩又怎么样？我石洪涛亏得起。说完直接挂了柳如烟的电话，转头就再拨打了一个电话出去，将刘老爷子骂了个狗血淋头。姓柳的，管好你孙女，替他的小白脸出头，出到我这里来了，还敢指责石浩的不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子不教父之过，柳如烟这个孙女不教，当然是刘老爷子之过。刘老爷子一接通电话，就被石老爷子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顿时黑了脸。对方来势汹汹，底气十足，还有理有据，刘老爷子连嘴都不敢回一句。这一刻，他在电话里被石老爷子训得好像一个孙子。刘老爷子在石老爷子这里莫名其妙遭遇了一顿无妄之灾，受气成了孙子，自然要去找柳如烟这个纵容者的麻烦。柳如烟，你个混账东西，成天净在外面惹是生非，我看你是冲昏了头了。石浩是谁你不知道吗？石洪涛就这么一个孙子，恨不得把他宠上天。你倒好，竟然撞到石洪涛那里去了。我是该说你年少轻狂呢，还是该说你没长脑子呢？这次刘老爷子是真的气急了，将孙女骂完一顿便挂了电话，甚至昭告天下要断绝柳如烟所有资源。一是算给石老爷子一个交代，二是柳如烟的确让他感到失望。而柳如烟本想利用柳家的权势，却发现使唤不动柳氏集团的人，答应方圆的那些自然就变成了一纸空。我既然决定对付这个渣男贱女，替原主石浩讨回一点利息，就自然没有就此停手的道理。首富少爷的身份十分好用，都不需要脏了我自己的手。自从我表明自己非常不喜方圆，自然就有下面的狗腿子们帮忙出气，对方圆开启冷嘲热讽模式。方圆每日回来向柳如烟诉苦，想让柳如烟帮忙，可柳如烟如今哪里有什么办法？雪上加霜的是，方圆住的江景公寓是皇天娱乐分配给艺人的住宅，我在适当的时候暗示公司给收回来。方圆以及目前卡被冻结、身无分文的落魄柳千金，不得不从这套江景公寓搬出去，还有分配给方圆的代步宝马车也收了回来，一步步将人给玩死。现在的柳如烟落魄的只能靠小男友养着自己，她迷茫了，难道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吗？方圆和柳如烟这段日子过得可谓是水深火热，我那边却是春风得意。云溪每日准时到水墨兰亭报道，我一边画画一边欣赏少女的美色，偶尔聊她，聊得对方面红耳赤，却又点到即止。再听听小花林菲菲实时汇报
报上来的，关于方圆与柳如烟水深火热的惨状。我开心的笑了，我决定到酒吧喝一杯庆祝一下。媚夜酒吧是蓝城的销金窟，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昔日娱乐圈顶流小花云溪在这里唱歌，蓝城风家大少爷风奇阳一直是云溪的忠实粉丝。从前云溪是大明星的时候，风奇阳就演唱会送花，送昂贵的天价礼物，只盼着能够得到云溪的回眸一顾。但那时云溪是风奇阳遥不可及的星辰，如今星辰暗淡陨落，坠入这黑暗与狂欢并存的地方，似乎触手可以摘下。风奇阳也不在乎云溪网上被曝光的那些黑料，追到了云溪线下打工驻唱的媚夜酒吧里来。云溪在媚夜酒吧驻唱，是因为媚夜酒吧背后的东家背景挺强大，不惧柳家，柳如烟的手还伸不到这个地方，所以云溪就留了下来。进了酒吧，我找了个卡座坐下，看着台上弹唱的云溪，美眸灵动流转的模样，吸引了在场许多蠢蠢欲动的男士。他们端着酒杯想过去搭讪，只是还没有靠近，卡座四周突然窜出来几个戴着墨镜的黑衣男子，拦住了他们。等蠢蠢欲动的男人们走开，几个墨镜黑衣男子又重新回到各自的位置上，仿佛从来不曾出现过一般。我对这一切仿佛熟视无睹，就连眼尾都没有挑动一下，手轻转着酒杯，偶尔抿上一口。云溪每周5只在媚夜酒吧表演一场，时间到了就下台。他一下台就被风奇阳的人请了过去。妹妹，上次我跟你说的当我女朋友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风奇阳对云溪表白不止一次，只是云溪一直的态度都是拒绝。风奇阳毕竟是风大少爷，被云溪拒绝如此，耐心也就越来越少。从前云溪是天上的星辰，娱乐圈的顶流明星，是风奇阳都追逐星光的人。那时云溪对他高冷不假辞色，风奇阳觉得对方高冷金贵。而现在云溪都已经是坠入黑暗的人，再也没有了昔日风光。这位风大少爷觉得自己仍然喜欢他，愿意让云溪当自己的女朋友，就已经是一种恩赐了。对方不领情，这让风奇阳感觉十分的恼火。上一次风奇阳就扔下了话，让云溪好好的考虑清楚要不要当他的女朋友，带着威胁的意思。原剧情中正因为云溪这次的拒绝，风奇阳一气之下闯到云母的医院里去，说了很多过分的甚至是恶毒的话。云母这才知道自己的女儿承受了什么，云母当即病发送进抢救室。后面云母被抢救回来后，不想再拖累云溪，晚上一个人偷偷的拔掉了氧气管。等到第二天醒来，云溪见到的云母就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可以说风奇阳就是逼死云溪的最后一根稻草。主神真是个小可怜呀，我自然不能让美貌的少女再次沦落到那样的境地去，所以今晚我来了。此时云溪摇了摇头，抱歉，这位先生，我目前专心赚钱，并没有谈恋爱的打算。风奇阳不死心，继续开口，我可以给你钱的。云溪淡淡的拒绝道，无功不受禄。风奇阳皱眉看着他，是我不好吗？你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我，还是说你已经有男朋友了？云溪本来想说没有，但是脑海里却不自然的想起我，就迟疑了一瞬。就是这一下的迟疑，让风奇阳看出了端倪，瞬间点燃心中的怒火。你不是说你只想赚钱吗？那个人是谁？云溪清冷的开口，我想这跟先生你无关。风奇阳怒视着他放狠话，云溪你一定会后悔的。云溪没有理会风奇阳口中的话，他转身想走，风奇阳和他的好哥们却不让。云溪，你给我站住！风奇阳的好哥们有心刁难云溪，替风奇阳出气。云溪，你还以为自己是曾经光鲜亮丽的大明星吗？我们峰哥看得上你，那是你的福气，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云溪头也没回，转身离开，才往前走了2步，就听见身后传来风奇阳的声音，云溪，你好像有一个生病的妈妈吧？云溪猛然转身，貌美的面容附着一层寒霜，眸光透出几分凛冽的冷意。你想干什么？风奇阳笑了笑，本少爷追了你这么久，你却一直都不答应，现在还喜欢上别的男人，害得本少爷都成了一个笑话。你说说，你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能行？云溪冷声道，你想怎么为难我都可以，但是别动我母亲。少女的琉璃浅眸透出孤注一掷的光芒，如果风奇阳真的触碰到她的底线，她不怕与对方鱼死网破。风奇阳被云溪的眼神微微吓了一跳，好，我不动你妈妈，但是如果不想你妈妈有什么事，就把这里的酒全部喝光，一滴不剩。桌上点了数十瓶洋酒，都是高浓度的烈酒。这酒原剧情里云溪喝了，可风奇阳却并未信守承诺，依旧找上了云母。可是眼下涉及到云母，云溪却不敢赌。白皙修长的手抄起一瓶酒放到唇边，在喝之前他清冷地说了句，酒我喝，只是希望先生你能够说到做到。说完，少女仰头很快就喝掉一瓶烈酒。周围的众人起哄道，厉害，继续，这才第一瓶，还有好几瓶呢。云溪喝完第一瓶时，眼前已经有了一丝眩晕的感觉，刚伸手又去够第二瓶，谁知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腕。我轻触在他耳边开口，喝酒也不叫我吗？云溪眼神迷离，轻轻吐字10号。我点了点头开口，是我。说完轻轻地吻掉他唇边的酒。云溪一脸震惊地看着我问，你为什么亲我？我笑了笑开口，因为我喜欢你啊。说完我勾起他的下巴问他，你喜欢我吗？云溪听见自己声音，褪去了素来的清冷，蕴藏着一丝醉酒微醺的迷离，却很坚定地回答我，喜欢，见第一面就喜欢。说完这句话后，他主动上前又亲了我一口。见状，风奇阳觉得自己快疯了，望着突然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男人，对云溪又是亲又是抱的，偏偏一向对他高冷不假辞色的少女却一点都不反抗，甚至主动亲吻那个男人，还说最喜欢他。风奇阳脸色扭曲，歇斯底里的大喊，你是什么人，也敢跟我风奇阳抢女人，真是不知死活。我让云溪乖巧的站好，然后斜睨了一眼风奇阳，你是什么人，也敢对我大呼小叫，我看不知死活的人是你。风奇阳一直纨绔，谁不捧着？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他上前就想出手，却不知哪里冒出来几个戴墨镜的黑衣男子，其中一人握住了风奇阳的手腕，力道很大。我只云淡风轻
轻地说了一句：“给本少爷废掉他一只手。”说这句时，我的神色和语气都没有多大起伏，仿佛废掉风奇阳一只手跟砍一颗大白菜没什么两样。风奇阳瞳孔蓦然紧缩：“你敢？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笑了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我敢。动手吧！接到命令的黑衣保镖立马行动，只听见风奇阳嘴里发出一道尖锐的惨叫声，周围的人都惊呆了。你是疯了吧？他可是蓝城风家的大少爷，你胆敢伤了风奇阳，风家是不会放过你的。风奇阳哪里吃过这种苦头，疼得脸色惨白，扭曲的放狠话：“你真的是找死！我们风家是不会放过你的。”我挑了挑眉，玩味的一笑：“好啊，我拭目以待。”这时场中有个人认出我的身份，想提醒风奇阳不要再作死。奇阳，你快别说了，他是石家大少爷。闻言，风奇阳歇斯底里的叫嚣声顿时卡在喉咙，满脸的僵硬。怎么可能？在得知我的身份过后，风奇阳被废掉一条手臂也不敢再瞎逼逼，更不要提找我算账的事情。我成功的将喝醉的云溪从媚夜酒吧带走，带回了水墨兰亭。第二天醒来，云溪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却华丽的房间里。这时我从外面走了进来，云溪率先开口：“石少爷，昨晚是你从酒吧带我回来的吗？”我点头笑了笑回应：“是啊，你该不会什么都不记得了吧？”云溪睫毛颤了颤，吞吞吐吐道：“我喝醉了。”我看着他开口：“那我提醒一下你吧，你昨晚说不喜欢别人，最喜欢的人就是我，一直拉着我不让我走。昨晚我们还一起睡觉了，你自己看你弄的。”说完，我抬起手，微微扯开衣服的 V 领，肌肤上绽开一道鲜红的咬痕。云溪窘迫的红了脸：“别开视线去。”对不起。我笑着捧起她的脸调戏道：“你脸红的样子真可爱，以后不要再去媚夜酒吧了，好吗？”云溪苦笑：“如果可以，媚夜酒吧她也并不想去，只是母亲的病需要很多的钱。”云溪抿起唇，可是我打断她没说完的话：“是在担心你母亲的病吗？那个简单，只要你重新做回明星，既能赚钱，又不用担心伯母知道你如今的处境以后担心。”云溪眸光微变，摇了摇头开口：“我是被皇天娱乐雪藏的艺人，不可能跳槽到其他公司去，那是一笔天价违约金。其实以当时云溪顶流偶像的地位，就算违约跳槽到其他娱乐公司去，相信也有不少公司愿意替他付这个违约金的。可是谁叫云溪得罪的人是柳家大小姐柳如烟呢？摇钱树成了烫手山芋，自然没有人愿意再接手。”我嘴角上扬：“谁说让你跳槽到其他娱乐公司去了？就在皇天娱乐，说不定公司决定重新捧红你呢。”听到这，云溪低下头开口：“不可能，封杀我的人是柳氏集团的柳如烟。”云溪隐约知道一点内情，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柳如烟，自己都很纳闷。听说柳如烟是首富家的少夫人，皇天娱乐是石氏集团的产业，既然柳如烟发了话，皇天娱乐怎么可能？话还未说完，我就打断他开口：“柳如烟她才不是首富家的少夫人，柳如烟已经是柳家的妻子，不再是什么柳氏集团的总裁，她现在自身都难保了，没办法再对你做什么的。”云溪也没问我怎么知道这些，他知道我不是普通人，眼神定定的看着我问：“你很希望我重新做回明星吗？”我点了点头：“当然了，你在舞台上的样子最耀眼了。”说完我又亲了他一口，云溪被亲的脸色微红。既然是你希望的，你喜欢的，那么我重新站到星光下又何妨？有人决定走出黑暗，重归璀璨星光，有人却由云端坠下，在泥泞里摸爬滚打。柳如烟再次从刘母那里得知，刘老爷子不仅断掉了他的所有资源，还打算他跟断绝关系，这也让刘母急得跳脚了。如烟，你继续跟你爷爷犟下去，还不回来的话，将来柳家可是没有我们母女俩的容身之地了。如烟，回来好好求求爷爷，算妈妈求你了。刘母说的言辞殷切诚恳。柳如烟早就受够了眼下这种贫穷卑微的生活，不是不愿意回到柳家，只是不愿意向石浩低头，因为柳如烟知道刘老爷子必定会让自己亲自上石家负荆请罪，这是柳如烟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当亲见一个人的真心太久，只会认为对方连喜欢自己都不配。想到这，他看向一旁的方圆：“方圆，我妈让我回去柳家，拿回属于自己的，只是我怎么能离开你呢？”方圆心中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换做从前，他自然不想柳如烟离开，恨不得时时刻刻缠绵在一处。然而现在柳如烟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千金大小姐了，她无上限的黑卡被冻结，名下房产也被限制入内，说的话也不再管用，连替她撑腰出气都不能够。落魄千金柳如烟不是她想要的。想到这，方圆连忙开口道：“如烟，你回去吧，我没有关系的，我爱你，自然希望你能够好，只要你的心里有我，想着我，念着我，哪怕如烟你不在我身边，我心中也是欢喜的。”方圆如此善解人意，柳如烟就再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回到柳家。刘老爷子虽然说对柳如烟失望透顶，毕竟是石浩喜欢的对象，见柳如烟乖乖回来，嘴上不说，心里也并非不高兴。只要如烟能够哄得石浩回心转意，那么他筹谋多年的计划也不算功亏一篑，说不定还能够有转机。抱着多方计较的心思，刘老爷子沉着脸开口道：“石浩是爷爷心中中意的女婿，只要你能够求得石浩的原谅，让他回心转意，重新答应娶你，那么你才能回柳家。”刘老爷子提出的条件，柳如烟一点都不感到意外，甚至就连刘老爷子冠冕堂皇说辞之下的野心，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不过是基于石家的泼天富贵罢了。柳如烟嘴角勾起一个轻讽又自信的弧度，在刘老爷子看过来时，柳如烟微低下头掩盖了去，他十分自信地说道：“爷爷，我知道了，石浩心里有我想要让石浩回心转意并不难。”闻言，刘老爷子看向柳如烟的眼神顿时柔和了许多，正想承诺柳如烟什么，这个时候响起一道似笑非笑的声音，来自柳家客厅里坐着的另外一个女人，模样跟柳如烟有3分相似，只是气质不同。石少爷怎么说也是首富的孙子，婚礼当天新娘走掉，给了他一个天大的难堪，恐怕不是3言2语就能够哄好的。就算哄得了石少爷本人，石老爷子那一关也不好过。老爷子你说呢？刘老爷子一想，顿时觉得有道理，原本到了口中话又收了回去，看向柳如烟的眼神也不复刚才的柔和，恢复成了冷淡的样子，不冷不热地道了句：“你先哄回石浩那小子再说吧。”连个最简单的承诺都没给，比如说只要他能够哄得石浩回心转意，就让他把他的卡解冻。柳如烟看见刘老爷子神色分明，动摇松动了，结果因为柳思琪短短几句话，又重新变成冷淡的样子。他看向柳思琪的眼神充满了敌意，等着吧，等我哄好了石浩，重新得到爷爷的重视，到时候整死你。刘母携柳如烟来到石家大宅，比起回到柳家前的不情愿向我低头，现在有柳思琪这个
个威胁在，柳如烟倒是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10号，让10号回心转意。只是刚到门口就被女佣拦住，对不起，我们家少爷还在睡觉，两位请稍等一下吧。刘母皱眉，都这么晚了，怎么还在睡觉？你去把10号叫下来吧。说话的语气有点像丈母娘的身份。小兰愣了下，看向刘母的眼神大写着你没吃错药吧？少爷愿意睡多久就睡多久，连老爷子都不管的。柳夫人，您未免管得太多了吧？闻言，刘母想到自己今天来石家的目的，她这才忍着脾气没有发作。小兰退下后，怕自家少爷吃亏，偷偷的给石老爷子打了电话，告诉他柳家母女俩来到石家的事情。石老爷子赶回来后，我这才睡醒了，下楼扫了一眼母女，淡淡开口：家里来了这么多客人，好热闹呀。柳如烟的目光几乎是第一时间被我吸引，这是10号。今天的10号似乎变帅了，他的眼神藏着就连他自己都没有发觉的一抹炙热。刘母瞥了眼女儿的眼神，心下一喜有戏。原本他还担心女儿阳奉阴违，对10号拉不下面子，放不下身段来。毕竟从前柳如烟对我的态度就不怎么样，是石家这小子自己痴心，非要喜欢他女儿。眼下见柳如烟看人都看得有些痴痴然了，刘母觉得柳如烟这次肯定乖乖听话，向10号低头认错，就开口拉近关系。10号啊，什么客人不客人的，咱们都是自己人，你可是我女婿呢。我没有搭理刘母的自话自说，走到沙发坐下，跟石老爷子打过招呼过后，转头看向女佣小兰，给我一杯咖啡。刘母神色变得讪讪的，脸上有些挂不住。这个10号没想到这么不给面子，自己好歹也是他未来的丈母娘，仗着自己是首富的孙子，真是一点都不懂事。现在还是先忍忍吧。石老爷子坐在沙发上，扫了一眼柳如烟母女俩，语气沉沉的开口：不知二位今天前来有何贵干？石老爷子的态度谁都看得出来，就是不喜，明晃晃的不喜柳如烟，没有一点想要遮掩的意思。刘母在石老爷子的气势下瑟瑟发抖，只是他作为长辈不能当缩头乌龟，只得硬着头皮表明来意。石老爷子，是这样的，那天婚礼的事情，我们如烟已经知道错了，今个儿专程过来，就是想跟10号道个歉，请10号原谅。石老爷子冷哼一声，道歉，伤害了我孙子，一句道歉就想算了吗？想的倒是挺美。我淡淡开口，不知柳小姐今天来是想怎么向我道歉？柳如烟握紧了拳头，低下头咬牙说了一句，对不起，10号，我不应该。话还没有说完，就听我嗤笑了一声，仿佛听到什么笑话一般。原来这就是柳小姐的道歉啊！我脸上漾起漫不经心的神色，还有一丝明晃晃的轻讽。刘母一听这情况不对啊，连忙着急的打圆场道：10号，你别生气，如烟是诚心诚意的向你认错请罪的，只是我这个女儿呢，她一向嘴笨，说不来甜言蜜语。要不这样吧，10号你想如何尽管说，就算是你想要天上的星星，如烟她也给你摘下来。刘母夸下海口，我笑了笑，伯母是名门闺秀，应该听说过一个典故吧？什么负荆请罪？刘母脸色僵硬住了。我见刘母一副为难的样子，继续说道：伯母刚刚不是说柳如烟是诚心诚意的来向我认错请罪的吗？怎么这会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个样子？该不会是随口说说的吧？刘母脸色僵硬，尴尬的笑道：怎么会呢？10号你可是误会伯母了，只是负荆请罪，这里又没有金条什么的。我头一扬，说出来的话却是令柳如烟恨不得掐死我。那这样吧，省去负荆，让她跪下给我道个歉。刘母心疼女儿，下意识的反驳道：这怎么能行？我瞥了她一眼，开口：我堂堂石家大少爷，难道受不起吗？石老爷子一向宠着孙子，我石洪涛的孙子自然什么都受得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看你们母女俩压根就不是诚心想要来道歉的。小送客。柳如烟心知，今天要是就这么回去，恐怕再也不可能登石家的大门。一咬牙，扑通一声在我面前跪了下来。10号，是我错了，原谅我。柳如烟忍辱负重的说完，抬起眼底闪过一丝猩红，盯着我开口：这样你满意了吗？我迎上柳如烟愤懑的目光，微微一笑：柳小姐都亲自下跪了，倒是挺有诚意的。石老爷子听了我这话皱了皱眉头，却终究没有多说什么。刘母顾不得心疼女儿，当即打舌上棍。当然了，10号，如烟可是真心实意的向你认错，你看你们俩的这婚事。闻言我摆了摆手，当然是算了。刘母一脸震惊，什么算了？石老爷子皱起的眉头舒展了一分。老实说，他还真的有点担心自家孙子会心软，毕竟往日10号对柳如烟的感情怎么样，他也看在眼里。还好10号没被冲昏了头脑，没有让他失望。石老爷子没有失望，刘母和柳如烟可是大大失望了。刘母急急忙忙地道：不是10号，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看如烟都亲自向你下跪道歉了，你这怎么能？我打断他的话开口：柳夫人，那日柳如烟作为新娘在婚礼上走掉，虽说不至于让我10号沦为整个兰城的笑柄，但是怎么说也是折损了我石家的颜面，这一跪难道不应当吗？听到这话，刘母面容僵硬的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应当的应当的，只是10号你与如烟到底多年感情。话还没说完又被我打断，柳夫人在身后的感情在婚礼那一天也消失殆尽了。刘母彻底说不出话来，柳如烟还跪在地上，黑眸敛起屈辱的神色，声音沉冷的开口：10号，是你先提出不结婚的，想甩锅给我。没门！我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因为在结婚前发现自己的未婚妻在外面包养了小白脸，所以我一气之下提出不结婚了，也情有可原啊，不是吗？闻言柳如烟硬着头皮开口：你难道就这么狠心，判了我死刑，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弃之不顾吗？10号，我向你保证，这种事情绝不会有下次。这些话我听着感觉巨恶心，是没有，因为他上位以后，把原主那个前夫弄到精神病院去了，直接转嫁了方圆，自然不存在什么出轨不出轨。想到这，我淡淡的哦了一声。这时他继续开口道：10号，相信我，只要你愿意重新娶我，我会给你幸福的。我觉得有点讽刺，轻而慢的一笑。可是怎么办呢？如烟，我现在不是很相信你说的话了。柳如烟问道：10号，你要怎么样才能重新相信我？这样吧，这次换
你来追我，我想吃什么不论千里万里，立刻去买。我需要你的时候，随叫随到。我说一你不能说二，我说往东你不能往西南北的那种追求。柳如烟听着隐约觉得有点不对劲，这是追求，确定不是当你将大少爷的小跟班？我下颌一抬，就像是纨绔子弟一样的口吻质问：怎么你不愿意？柳如烟骑虎难下，按理说我提出的要求也不算过分。两人之前那场婚礼成了蓝成仪的闹剧，再重新联姻，必定有一方需要低头，不论从性别还是家世高低上来讲，这个低头的人必定是他。就算今天爷爷在这里，也定然会让他答应。10号的目的嘛，似乎也不难想通，无非是想让自己轰轰烈烈的追求他一场，让整个蓝城的人都看到我柳如烟对他10号的爱。只是柳如烟心中依旧划过一丝不安，总觉得只要答应了我，就会陷入到某种不利的境地当中去。我微笑着回柳如烟一个眼神，我不怀好意的想到，当真以为本少爷给你重新追求的机会吗？不过是正大光明的折磨你、蹂躏你、践踏你。最终柳如烟没有拒绝的余地，点了点头答应。柳如烟上门请求石家的原谅，算是成功了一半。刘老爷子自然很高兴，当即将柳如烟的卡给解冻，把他名下的跑车和房产也还给了他，让柳如烟随意用。刘老爷子高兴道：如烟啊，10号如今愿意给你一个重新追求他的机会，说明他的心里边还是有你的，只是人到底是首富少爷，就这么云淡风轻的接过这一页，就算10号自己不计较，恐怕石老头也不会愿意。所以这次你一定要卯足了劲，好好的表现，知道吗？柳如烟点头，知道了。接下来柳如烟开始认认真真的追求起我来。下班时，柳如烟到皇天娱乐大厦楼下接我，我刚从皇天娱乐大厦走出来，柳如烟就上前道：10号，我来接你下班。我斜睨着柳如烟怀里的玫瑰花，嫌弃的问道：这是什么？见男人表情不对，没有丝毫欢喜的样子。柳如烟皱眉回答道：玫瑰花啊。我毫不客气地道，我又不眼盲心瞎，当然知道这是玫瑰花。我是问你送这个给我干什么？想要害死我吗？柳如烟原本见自己特意跑到花店买了一束玫瑰，对方却不领情，心中微微恼火，只是强行按捺步伐。听到我最后一句话，这才大吃了一惊，连忙皱眉解释道：10号，你在胡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想害你？我瞥了他一眼，开口：我玫瑰花过敏你不知道，你还故意送我玫瑰花，你不是想要害死我是什么？玫瑰花过敏自然是假的，瞎扯的，谁要扎你的玫瑰花？我嫌脏。柳如烟还真不知道。10号，你误会了，我不知道你玫瑰花过敏，连我花过敏都不知道。柳如烟，你也配说爱我？将来给我幸福？我满眼都是对柳如烟的轻蔑和不屑。柳如烟想发怒，却想到自己如今不能得罪我，强行压下心口的火气，缓缓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容来。10号，以前是我不够了解你，不知道你玫瑰花过敏，今后我一定好好的爱你，事事将你放在第一位。你不要生气了，你不喜欢玫瑰花，我扔了它就是。这时我突然开口：等等，我玫瑰花过敏，但就这么扔掉未免太过可惜。这样吧，不如你把这花送给方圆，废物利用一下。废物利用这几个字，成功的让柳如烟脸上的笑容消失。方圆是他喜欢的男人，他自己不要的玫瑰花，让自己送给方圆，还说是废物利用，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羞辱。柳如烟强憋着怒火说道：10号，都是过去的事情，我现在对他没有一点感情。你是堂堂石家大少爷，实在没必要跟方圆计较，何况方圆现在也不在这里。我冷笑着往某个方向一点，动作带着一分漫不经心。诺，这不就是方圆吗？柳如烟心头一震，顺着我指点的方向一看，只见皇天娱乐大厦门口的不远处站着一个男人，应该是清楚的听见了他刚才说过的话，正满脸伤心难过且不可置信的看着他。柳如烟情不自禁的喊了一声方圆，想要跟他解释，事情不是他听到的那样，他只是在说假话哄骗我。饶是当柳如烟落魄时，与方圆同处一个屋檐下，也产生过不愉快的小摩擦。当然方圆没有明着跟他吵过架，说过什么狠话，但是柳如烟也曾不耐烦方圆整日抱怨，心里深深的问过自己，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在忍辱负重离开方圆之后，或许是带上了远香近臭的滤镜，柳如烟觉得自己最爱的人还是方圆。眼下见方圆被自己的话给伤到，真是恨不得立刻抱住他，告诉他不是这样的。可是他不能。柳如烟深深的看了一眼方圆，希望他能够懂自己。方圆伤心转身离开，我扬声道：方圆。方圆转回身来：石总，你有什么吩咐？诺，这玫瑰花我闻着过敏，扔了浪费可惜，你拿去吧。我看向柳如烟手里的玫瑰花时，眼底写着一丝明晃晃的厌恶，好像柳如烟以及柳如烟手里的什么垃圾一般，令我多看一眼都觉得碍眼。方圆顿时觉得自己被我给羞辱了，他咬着牙拒绝道：石总，我不喜欢玫瑰花。话还没有说完，就听我扑哧一笑，笑意却不达眼底。方圆，我不是跟你商量真的送你玫瑰花，只是某人送了我玫瑰花，而我对玫瑰花过敏，你恰好经过，让你帮忙处理一下这束玫瑰，是拿回家也行，还是转头拿去扔掉都 OK， 懂了吗？言下之意，鬼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就是我顺手处理一下垃圾的人而已。几句话就让江方圆的脸色变化，强忍着心中的不满，接过玫瑰便离开了。柳如烟默默的咬牙，手指攥紧成拳，他忍，我漫不经心的感慨，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我也不急，再者前10几年里，石家和柳家一些产业错综复杂，就算石老爷子有心想要收拾柳家，那也得需要时间。我给柳如烟一个重新追求自己的机会，不过是一个迷惑刘老爷子的幌子罢了。石家早已经在慢慢收网，只等待最后的时机将柳家击垮。当然，这暗中少不了一个人的功劳，柳思琪。柳思琪是柳家的私生女，她恨柳家，真正的目的是颠覆柳氏，让柳家走向灭亡。柳思琪偷偷找上我合作的时候，为表明诚意，在我面前自揭了陈年的伤疤。原来柳思琪的母亲被柳父玷污之后，才怀上柳思琪的。当时刘老爷子用一笔钱打发了柳思琪的母亲，而罪魁祸首刘府依旧游戏人间，甚至连他母亲的名字都不曾记得。柳思琪自小背负着私生女的骂名，母亲很早的时候就抑郁而终，由外公外婆一手带大。她自己努力，在金融圈小有成就，被刘老爷子注意到，说要认回她。这种认回不是跟柳思琪商量的那种，直接出了一笔钱，买断柳思琪跟那2个含辛茹苦养大她的老人的情分，还强迫她改名叫柳思琪。这真真正正的惹怒了柳思琪。柳思琪生出了想要弄垮柳氏的心思，如果单靠柳思琪她自己，恐怕这个心愿得耗费好几年。于是主动找到我，想跟石家结盟，里应外合的斗垮柳氏。有内应帮
帮忙自然最好，我没有拒绝的道理。我们谈话完后，柳思琪离开黄天娱乐的总裁办公室，恰好碰上过来的柳如烟。柳如烟见到柳思琪从我的总裁办公室出来，目光充满了敌意的瞪着柳思琪质问道：“是你，柳思琪，你怎么会在这里？”柳思琪笑了笑，淡淡开口：“代表柳氏过来跟石总谈一桩合作，我想就不必要向你一交代了吧。”柳思琪的话和做派，落在柳如烟的眼里就是赤裸裸的炫耀，她强忍着才没让自己一巴掌挥过去，打到柳思琪的脸上。只是面对我的时候，柳如烟就没那么好脾气了，语气毫不客气的质问道：“10号，柳思琪过来是做什么的？你是不是跟他有什么特殊关系？就差没有直接明问，你是不是跟柳思琪有一腿？”我也不生气，嗤笑一声：“柳如烟，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质问我？我报出一个称呼，未婚妻还是老婆？似乎都不是吧？柳如烟，你现在顶多就算我众多追求者的其中之一，我允许你在身边缠着我就已经是法外开恩，你没有权利干涉我过多的事情，知道了吗？”将柳如烟给羞辱了个彻底。换做从前被我纵容着的柳如烟，恐怕早就摔门离去，如今可能是被我虐习惯了。柳如烟只是咬牙，从牙关里蹦出几个字，一字一顿的回答道：“知道了。”我对待柳如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时不时把她拎出来虐一虐，但对待主神小甜甜可就不一样了，比春风还和煦温暖。我给云溪重新换了经纪人，点名道姓的要重新捧红她，下面的人见风使舵，自然制定了一整套让云溪洗白翻红的计划。云溪本就是角色的美少女，曾经的娱乐圈顶流偶像明星，颜值和实力摆在那里，当她清洗掉自己身上被泼的污水黑料之后，很容易就一个全新的姿态，重新走入大众的视野里，获得粉丝们的喜爱。对此云溪心里倒是波澜不惊，经历过低谷，在黑暗中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就算有朝一日重新被星光宠爱加深，也不会再有特别激动的情绪。从黄天娱乐被雪藏的弃子，重回黄天娱乐一姐的位子，云溪在公司的待遇直线上升，同公司艺人见到她都会恭恭敬敬的叫上一声云姐，包括方圆。方圆如今没有了人捧，勉勉强强能够接到一个小角色和不重要的通告，而云溪重回璀璨的星光下，好像又回到了当初她只是个初进娱乐圈的小艺人，她是顶流偶像巨星的时候。方圆对云溪又重新带上了偶像滤镜，连带着对柳如烟的心思都怠慢了几分。在同一个公司里，方圆想办法靠近云溪，云溪的经纪人知道了后，告诉云溪离他远一点。这个方圆偷偷勾搭上原柳氏集团的总裁，也就是咱们大少爷的未婚妻，狠狠地得罪了大少爷。大少爷对方圆下了封杀令，跟方圆走得近的艺人可没有好果子吃。方圆估摸着是想借你炒作绯闻，吸你的血。云溪你可得注意着点，可不能让方圆得逞。你现在是上边指名道姓要捧红的艺人，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你能够有今天得来不易，不能让一个方圆给毁了，知道吗？艺人无特殊情况，并不能见到执行总裁，就连云溪至今都不知道黄天娱乐的新总裁是我。我下达捧红云溪的命令，公司里的人只以为是大少爷任性，或者慧眼识珠，不忍心明珠蒙尘，没有想过两人有别的关系存在，因为两人在公司里从未碰过面，让人猜测关系斐然就更无从提起。云溪将经纪人的话听了进去，琉璃浅眸微微一动，当初据说封杀他的大人物就是这位原柳氏集团的总裁柳如烟，而这个三番四次借机接近过他的方圆，似乎又说过他是自己的粉丝，难道这其中有什么关系不成？少女心思聪慧，敏锐地察觉到中间必有隐情，若真的是他猜测的那样，那么也太可笑了。貌美的少女紧紧地抿起玫瑰花般纤薄嫣红的唇瓣，知道了，今后我会离方圆远一些。经纪人满意的点头，正想说什么，就听云溪又说了句：“我是有男朋友的人，不能让他误会。”提及男朋友，少女眸光温柔而明亮，嘴角微微上扬。经纪人大惊失色，什么？她眼睛瞪圆，滴溜溜地看着貌美如神明的少女，语音都激动地变了调：“你有男朋友了？”经纪人连忙捂住自己嘴，压低了声音，语气仍然是不掩激动：“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男朋友是谁？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你知不知道偶像明星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云溪无视掉经纪人最后一句话，回答了2个问题。不久之前，他是个很帅气的男孩子。经纪人烦躁地抬手扒了扒自己的头发，一看就知道是情根深重了。云溪没有否认，经纪人喋喋不休地道：“云姐，你知不知道你有男朋友谈恋爱的这件事情？万一要是让你的粉丝知道，会造成多大的后果？”云溪点了点头，知道，无非就是失去现在的一切，回到从前的样子。经纪人顿时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你知道你还……云溪眼神明亮坚定，我从前本就一无所有，在黑暗的深渊里踽踽独行，他向我伸出了手，成为了我生命中的光，他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存在，哪怕是重新跌落回低谷，只要抓住了光芒，也不会再有黑暗。我宁愿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也不愿放开他的手。经纪人听完沉默了，他是公司新分配给云溪的经纪人，云溪怎样从顶流偶像变成黑料缠身的狐星，这件事情他是知道的。以前那些经纪人都明码标价的威胁他，还有原本说喜欢他一辈子不离不弃的粉丝，最终都离他而去，还脱粉回踩。这些哪怕是没有亲身经历，也可以想象得出来其中的黑暗与绝望。如果这个时候真有一个男人拨开黑暗，给云溪带来一丝光明，想必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牢牢地抓住，因为这是光明，也是救赎。经纪人并非不近人情的人，最后没有强迫云溪必须跟男朋友分手，只是小声开口：“那你一定将他给保护好了。以你的明星身份谈恋爱本就阻碍重重，对方是素人的话，很容易受到伤害。这种伤害来自于你的粉丝。”云溪抿起唇点头，嗯了声。经纪人又接着说：“黄天娱乐决定重新捧你，想必是看中你的商业价值。有没有男朋友倒不是最重要的事。其实你别看公司合同上写着5年之内不允许艺人谈恋爱，但真正遵守的没有几个。不过作为你的经纪人，你还是得把你男朋友的身份先告诉我，我好有个心理准备，将来万一出了点什么事，也能提前想到应对方案。”这一点云溪知道经纪人说的没错，他本来也没打算瞒着，只是经纪人一开始没问，云溪又是低调内敛的性子，不可能主动吵吵嚷嚷着跟全世界的人说自己有男朋友了。既然如今经纪人问了，云溪就没有藏着掖着不说的道理。经纪人问他是圈内明星还是圈外素人，云溪开口道：“素人，但是比娱乐圈里大多数男星都要长得帅。”云溪在心里默默地补充上这一句：只要是娱乐圈的明星，经
经纪人都能叫得出名字来。素人啊，他叫什么名字？哪天把他叫过来，我见上一面吧。云溪的表情立刻警惕起来，仿佛经纪人觊觎他的什么宝贝一般。见面做什么？经纪人好气又好笑，得，别露出一副我要抢你家宝贝的表情。我就是叮嘱他一些事情，对方是素人不是明星，一些娱乐圈的法则他不懂，万一在外面跟人炫耀自己是你的男朋友，踩雷了还不是我来收拾烂摊子？所以提前跟他讲一下，说的好像我是什么喜欢惹是生非的人一样。云溪维护道：10号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你心疼男朋友，你说什么？经纪人捕捉云溪口中对男朋友的称呼。10号，经纪人想到黄天娱乐新上任的男总裁，首富10家的大少爷，他的名字可不正是叫10号，应该不会这样巧吧？可是曾经对云溪的封杀令是柳家那位小姐下的，如果不是这位大少爷，谁敢这么胆大包天的解了禁令，重新捧云溪？经纪人咽了咽口水，为自己的猜测震惊，心中觉得不可能，又忍不住开口问云溪：你的男朋友大概身材？10号，云溪轻声回道：经纪人今天遭遇人生当中第2次被雷劈了的外焦里嫩的感觉。云溪见经纪人表情不对，你怎么了？经纪人一开口就满是抑制不住的激动，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一声不吭就勾搭上大少爷。经纪人一脸喜色，就算云溪只是短暂的做一段时间10家大少爷的女朋友，只要最后不闹掰，那也足够后半生云溪在娱乐圈里顺风顺水了。公司一开始把他分配到云溪身边做他的经纪人，想必也是重视他，没想到他还有这等机缘。云溪却皱起了眉，捕捉到经纪人口中几个陌生的字眼：大少爷，什么大少爷？云溪没有主动问过我的身份，而后者的信息呢，一向被保护得很好，世人只知道蓝城首富10家有这么一位大少爷，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就连最万能的百度百科都没有关于这位10大少爷的一张照片。开局那场轰动整个蓝城的婚礼，倒是请了媒体记者，算是我第一次公开在人前亮相。可是因为新娘柳如烟的落跑，令10家颜面折损，10老爷子心疼孙子，自然不会允许让孙子沦落到成为众人茶余饭后谈资的地步，就勒令媒体不能透露关于我的1分1毫信息。首富大佬在蓝城的地位举足轻重，说话的分量极重，也没有哪个传媒公司敢冒着倒闭的风险，不要命的去挑战首富10家的权威。所以关于这位首富少爷的消息，至今只有极少数的蓝城上层人士知晓。再后来，我向10老爷子要了黄天娱乐的 CEO 职位，在人前露了脸，却也只有黄天娱乐的高层知道，底下的艺人们只知道公司里新空降了一位总裁，名字姓石。云溪作为才重新翻红的艺人，还没有机会接触到高层才知道的事情，何况云溪好奇心不强，性格又是低调，至今还不知道这位黄天娱乐总裁的真名，也不足为奇。经纪人眼神古怪的看了云溪几眼，我说：你该不会还不知道10号是谁吧？云溪抿起唇，只知道他是我男朋友。经纪人心里卧槽了下，看这样子，他家艺人还真不知道自己男朋友就是首富10家的少爷，没想到大少爷口味还挺清奇，这是玩角色扮演吗？装普通人追星女朋友？经纪人嘴角抽了抽，就跟自家艺人科普：10号，蓝城10家的大少爷，首富大佬石洪涛的孙子，也是目前黄天娱乐的新总裁。云溪，你现在知道他什么身份了吗？你知不知道，你可是走大运了，有了10大少爷撑腰，你何愁在娱乐圈不火？云溪脸色淡然沉静，心中却卷起一场风暴。原来10号的身份竟是10家少爷吗？这么说，自己能够被解除封杀令，被黄天娱乐重新重用，都是因为10号。云溪死死的抿起唇，脑海中现在就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我想见他，立刻，马上。黄天娱乐总裁办公室在最顶楼的33层，一般艺人不得随意进出，哪怕是昔日顶流偶像云溪也没有例外。可云溪坚持上去，经纪人就只得带着云溪上33层。一进入电梯，恰巧碰到柳如烟也在电梯里，看样子也是去33顶层的总裁办公室。云溪满心只有耐人，连个眼神都没有给柳如烟一个。柳如烟认出了云溪，因为方圆喜欢这位少女偶像明星，柳如烟当初没有少吃过云溪的醋，虽然两人在现实生活中并无交集。是你？柳如烟眼神打量着云溪，就算是带着挑剔和骄傲的目光，也不得不承认，少女容貌与气质都是绝佳，非常的具有偶像气息。柳如烟皱眉心想，她不是下令封杀这个云溪吗？怎么云溪看起来还是一副偶像明星的样子，仿佛没有受到一星半点的影响。云溪脑子思绪挺乱，没有理柳如烟的那句是你。被云溪无视的柳如烟不禁怒意横生，竟敢无视她，还是经纪人出来打圆场。刘小姐，真是幸会幸会，您认识我们家云溪吗？柳如烟正在气头上冷笑道，一个戏子而已，谁要认识他？等着，他即刻就让人再封杀这个云溪一次。经纪人尴尬的陪笑，却不禁暗地里撇了撇嘴，心想拽什么拽，有什么好拽的？再拽你追求不上的未婚夫10大少爷，还不是我们家云溪的男朋友？经纪人和柳如烟交锋，云溪这才回过神来，听到经纪人刚刚叫柳如烟，刘小姐，难道这就是10号的前未婚妻？云溪眸光微转，打量了几眼柳如烟，在发现对方容貌和身材都不及自己之后，才放下了心。到了33层，柳如烟率先走出电梯，少女与经纪人不紧不慢地走在后面。经纪人压低了声音说，你别担心，就算将来柳小姐跟10号联姻，10号好歹做过你的男朋友，不会再让刘小姐对你出手的。闻言，云溪眉眼轻蹙了起来，联姻？为什么会联姻？你傻啊？石榴两家都是蓝城的名门望族，他俩又是青梅竹马，自然是要联姻的。经纪人看了云溪一眼，你该不会还想将来跟大少爷结婚吧？云溪没说话，经纪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道，云溪，现实点，大少爷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谈恋爱可以，结婚总归还是要找个门当户对的。听说柳小姐现在正在追求大少爷，想挽回大少爷的心呢，人家可是青梅竹马，说不定哪天就和好如初了。你啊，还是别太认真，凡事看开点，不要强求。一直沉默不语的云溪忽然轻轻地抬起眼，琉璃浅眸色彩深沉看着经纪人，如果我偏要强求呢？云溪说这句话时，眸光透出一分偏执，性格高冷淡静的他
终于在某个事情上体现出自己的占有欲。经纪人瞪圆了眼睛，哎，云溪，你想做什么？你可千万不要胡来啊！将经纪人慌乱的叫喊声甩在身后，他几步走到总裁办公室，伸手推开门。正在跟我说话的柳如烟听到有人打开门走进来，一转头看见是云溪，当即不悦的蹙起眉问道：“你怎么进来了？不知道敲门吗？还有这里不是一个艺人该来的地方。”柳如烟俨然以此间主人的身份自居，对云溪下逐客令。我看见云溪突然间出现在黄天娱乐33层的时候，眼眸闪过一丝惊讶，却很快敛了起来。我知道云溪一定是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从来就没有刻意隐瞒过，所以我也没什么好心虚的。柳如烟出声，我没有立即开口，想看一看少女的态度。云溪不冷不淡的回了柳如烟一句：“这里不是我一个艺人应该来的地方，难道就是柳小姐可以随意进出的地方吗？”说到这，云溪直视柳如烟，目光淡淡的不含多少感情，清冷又淡漠，但那唇瓣轻启说出来的话，却让柳如烟觉得她是在嘲讽自己。据我所知，柳小姐似乎现在没有什么职务在身，不存在因为公事过来找石少爷。至于私事，柳小姐与石少爷婚约早已经作罢，而且是因为柳小姐你出轨一个娱乐圈小明星的缘故，所以似乎也没有理由再有脸面来纠缠石少爷才是。柳小姐，你说呢？云溪没有说特别过分的话，语气不疾不徐的，却成功而精准的戳中了柳如烟的痛脚。我托腮饶有兴致的看着她，跟平日里表现出来的高冷低调完全不同的，体现出一丝尖锐锋芒的少女。我心情似乎很不错，也没有阻止少女的意思，反而以一种悠闲闲适的姿态在看好戏。柳如烟的脸色此时犹如一只被狠狠踩中了痛脚的猫，变得极为的难看，眼神冰冷又敌意十足的凶狠地盯着云溪质问道：“你算是什么人？我跟10号的事情，你凭什么管？你又以什么身份管？”闻言，云溪不仅没有知难而退，反而几步走到男人身边，在柳如烟震惊的目光下，俯身在我唇上吻了下，直起身来，微微斜睨着柳如烟。云溪语气轻软地道：“不巧，我正是10号的女朋友，所以这些话应该送给你。”柳如烟瞳孔蓦然放大，目光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她觉得自己要疯了。10号他竟然敢出轨，还当着自己的面给他绿帽子，感觉头顶绿油油的柳如烟当即看向我，那愤怒的眼神恨不得一把掐死我。他火冒三丈地质问道：“10号，你不觉得应该给我解释一下吗？”我觉得好笑，反问道：“不知道刘小姐想让我跟你解释什么，还跟我装傻充愣？”柳如烟直接指向云溪，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一丝心虚，笑盈盈地将少女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让云溪跟自己坐同一张椅子，颇有大佬搂着小娇妻的感觉。如你所见，我女朋友。我偏过头往云溪的脸上软软地亲了一口，冲柳如烟挑眉一笑：“刘小姐还有什么疑问吗？”柳如烟脸色气愤地铁青：“10号她是你的女朋友，那我呢？我这个未婚妻算什么？你算个毛线！容我提醒刘小姐一句，你已经不是了。”我一个轻蔑的眼神朝柳如烟飘过去。所以啊，男未婚女未嫁的我，只是正常的谈个恋爱，交个女朋友，别搞得我给你戴了一个绿帽子似的。柳如烟脸色很黑，所以10号你玩我，我让他追求我，他以为我心软，心里依旧还有他，所以给了他一个追求的机会。柳如烟这段时间一直任劳任怨，容忍我各种脾气，谁知我早已经跟这个女明星勾搭在一起，最近这段时间只是在欺骗她。10号你个混蛋渣男，这段时间你一直在耍我。柳如烟看向我的目光，恨不得将我给生吞活剥了。我就在这样的目光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反问道：“你到现在才看出来吗？真是蠢呐！”被我一顿羞辱，柳如烟还能再待下去才怪。柳如烟摔门而出，黄天娱乐33层的总裁办公室里，顿时就只剩下我和云溪，一张座椅两人一起坐不算宽敞。云溪刚刚是头脑一热，才在柳如烟面前秀了一波恩爱，眼下整个冷色调的职场，严谨庄重的空间，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坐在我身旁紧挨着我的少女，忽然间觉得哪都不自在了起来，动作有点慌乱无措的想要起身，却被我手一抬给拉住，让她坐了回来。我笑了笑开口：“姐姐是不是生我的气了？”云溪轻说了句不是，下意识的转过头，恰好唇瓣吻上我的嘴上。云溪顿住，大概也是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就连呼吸都停住了，僵硬在原处一动不动。我的唇贴在少女唇上笑道：“姐姐，这真是一个美妙的意外啊，是不是姐姐？别生气了。”云溪别开了目光，张口道：“没有，我从来没有生你的气，怎么舍得？真的吗？”我捧住她的脸，把云溪的脸搬过来，让她看着自己的眼睛。姐姐真的不生气我瞒着你我身份的事情，不生气。云溪低低的回答，声音却很坚定。本来我也没问过，她直视着我的眼睛轻声道：“所以不算隐瞒。”我心下掠过一丝愉悦的情绪，虽然就算云溪因为我隐瞒自己身份的事情生气，我也能够轻而易举的将对方给哄回来，但总归是乏味无趣了几分。不过眼下心意相通来的令人心情愉悦，我软软的亲了一口主神少女，姐姐真好。云溪强忍着没有吻回去，心里还记挂着另外一件事情，那个柳如烟，我们这样没关系吗？人人都说石柳两家门当户对，10号和柳如烟是青梅竹马，是要联姻的。柳如烟刚刚离开前表情不善，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云溪出身平凡，不懂豪门之间的恩恩怨怨，但是她担心我。姐姐不用担心，我既然敢做，就不怕柳如烟或者柳家报复。为了不让少女忧心此事，将一些事情说给她听。在蓝城论权势和财富，柳家远不及石家，柳家能够有今天，还多是沾了石家的光。本来对付柳家可能还要花费些时日，可现在柳氏集团里有一个柳老爷子绝对想不到的人，他比我更想颠覆柳家。有了这个内应，弄倒柳家不费吹灰之力。听完云溪抿起唇，那就好，他就放心了。我慢悠悠的开口问道：“姐姐就不恨柳如烟吗？你应该知道是柳如烟对你做的那一切的了吧？恨吗？倒是不恨，爱与恨都是珍贵的感情，他不会浪费在柳如烟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身上。”云溪只是单纯的好奇一件事情，为什么柳如烟会对付我？我一字一顿的回答道：“因为方圆，如果不是今天经纪人提过这个名字，云溪都不会知道方圆这个人，当然也仅仅只限于知道。”云溪开口：“我并不认识他，从前是顶流偶像的时候，云溪不会注意到小小一个方圆，后来被封杀落魄，方圆成名，云溪却没有怎么注意过娱乐圈的更迭变换，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因为一个不认识的方圆被柳如烟盯上下了封杀令。”我替云溪解答疑惑：“方圆是你的粉丝？”云溪起初还没有反应过来，柳如烟对付他跟方圆是他粉丝有什么关系？直到云溪想起柳如烟好像跟方圆有情人关系。
系的，顿时觉得挺无语。这个柳如烟她是不是脑子有问题？高冷系美少女还是第一次这么毒舌，不过却犀利地说出了真相。柳如烟她脑子可不就是有问题吗？我扑哧一笑，颇为赞同的开口，她脑子就是有问题，不然也不会跟方圆因为追星吃醋封杀你。不过说到底啊，还是姐姐这张脸太好看，喜欢招惹青草。云溪抿起唇瓣，高冷的她难得流露出一丝孩子气，这也能怪我吗？看她一脸委屈的样子，我连忙轻哄，不怪不怪，我们姐姐如此好看貌美，要怪也只能怪方圆心怀不轨，还有那个脑子有病的柳如烟。提及柳如烟，云溪总有一根刺扎在心间。10号，你喜欢柳如烟吗？云溪细密的睫羽垂下，问完这句话都不敢看我的眼睛。我捧起她的脸跟她对视，姐姐这是在吃醋吗？我知道少女性格高冷却清纯羞涩，对于我的这个问题，大抵应该是沉默不语的。我本来也不指望能够从主神小甜甜嘴里听到什么甜言蜜语，谁知却听见云溪轻声道：“是对柳如烟曾经是你未婚妻的这件事情，我很吃醋。我知道这不应该，是我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迟了许多年，也怨不得谁，但是就是吃醋。”云溪第一次这么直白的在我面前剖析自己的心意，我还挺喜欢这样的。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主神小甜甜了。在她额头亲吻一下，看着她开口：“姐姐不用吃醋，你现在是我的，我现在也是你的。至于柳如烟，你就当做我从前眼睛不好，单纯的很，看错人了吧？”说的是原主，我没有一丝心理压力，反正站在我的角度，我为了柳如烟这么一个女人，让自己落到那样凄惨的境地去，就是一个自蠢。可云溪不知道我说的并非我本人，不要这么说自己。云溪说：“是她柳如烟不好，以后我会对你好的，不会像柳如烟那样。”我笑了笑开口：“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柳氏集团以一种近乎溃败的速度宣布破产。柳老爷子一生都致力于将柳氏集团给发扬光大，让柳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此他筹谋数年，甚至从小就让自己的孙女柳如烟讨好首富世家的少爷，到头来柳家却毁于一旦，可以说是生生毁在他的2个好孙女手上，一个直接，一个间接。柳老爷子承受不住这个打击，就病倒了。柳家遭逢这样的巨大变故，柳老爷子作为顶梁柱又倒下了，老牌豪门柳家就这么消失在蓝城上流社会的视野里。柳家没了，柳如烟这次不再是柳氏千金，所有的存款和房产被银行查封拍卖，这一回是真真正正的变得一无所有，无处可去的柳如烟想到了她的真爱方圆，敲响了方圆目前租的小破公寓的门。方圆打开门见到来人，小脸僵了僵，因为来的不仅是柳如烟，还有柳如烟他妈柳夫人。柳如烟身上穿着的衬衣皱巴巴的，像是好几天没有换过，深邃的黑眸里也浮着一层红色的血丝，整个人看上去妥妥的就是一个落魄的千金小姐即视感。柳如烟黑发下的眼睛添了一丝忧郁，目光深沉地看向方圆。方圆，你应该听说了柳家的事了吧？方圆抿起唇，轻轻地点了下头。如烟，你不要难过，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度过这次难关。柳如烟苦笑，慢吞吞地开口：方圆，我和我妈现在无处可去，可以在你这里借住一段时间吗？说出这样的话，对柳如烟来说，无疑是当着心爱男人的面，亲手一根根地折断自己的傲骨，也是十分痛苦的。方圆脸色闪过一丝僵硬之色，收留柳如烟对于他来说都有些勉强了，还要收留柳如烟他妈，一个看起来就十分不好相处的豪门太太。方圆内心是拒绝的，可是柳如烟毕竟是他的真爱，至少目前来说还是的。方圆望着柳如烟，说不出一句拒绝的话来，只得让柳如烟母子俩进来。柳太太踩着高跟鞋一走进来，就满眼嫌弃的对方圆的公寓评头论足，这样的小房子怎么能够住人哦？我们家的厕所都比这个房间大，还有这地真是脏死了，也不知道几天没有打扫了，跟个垃圾堆似的。方圆听了脸色自然不太好看，这是说他住在厕所里的意思。柳太太显然没有拎清自己的身份，还以为自己是从前风光无限的豪门太太呢，抄着手什么都不干，颐指气使的让方圆把公寓前前后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打扫了一遍，又嫌弃次卧小，让方圆把主卧让给自己。忙完一切，连腰都差点直不起来的方圆躺在次卧的床上委屈的不行。柳太太指使方圆做事的时候，柳如烟屁话都不放一个，也就只会在这个时候抱着方圆亲吻。她怜惜地道：方圆辛苦你了，我妈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要介意，多忍让她一点。柳如烟和柳太太完全没有鸠占鹊巢的自觉，因为不管在柳如烟还是在柳太太看来，方圆今后都是要和她结婚的，柳太太迟早都是她的丈母娘，作为女婿多多忍让一些婆婆没毛病。柳太太对方圆颐指气使的时候心想，要不是柳氏破产，柳家落魄了，她无处可去，才不会接受这个女婿呢，能够高攀上她女儿，那是方圆的福气。她指使一下方圆怎么了？柳如烟和柳太太把这事当成了理所当然，方圆心里却怨念颇深，委屈的不行，谁要娶柳如烟了？柳家现在都破产了，而他方圆年轻帅气，还是个小明星，并不一定非得吊死在柳如烟这棵树上好吗？柳如烟心高气傲，一心想着重新光耀门楣，哄着方圆拿出自己的积蓄做生意，结果将方圆这几年赚的大部分钱都给赔了个一干二净。柳如烟不仅没有要还的意思，还想向方圆伸手，只说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一次他一定可以东山再起。涉及到钱财，方圆脱离恋爱脑男主的行列，不可能再将剩下的钱拿给柳如烟冒险赌一次。他努力劝说柳如烟，哪怕明知道对方不高兴也要说，如烟，石家下了决心要对付你，不可能让你东山再起的，不如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出去找份工作吧。柳如烟跟方圆吵了一架后，似乎也对复兴柳家死了心，开始着手找工作。以柳如烟国外名校金融系高材生毕业的履历表，在南城找到一份好工作并不难，石家也不会连个工作都不让柳如烟找到，把人逼死落人话柄。谁知柳如烟投出去的简历漂亮是漂亮，可应聘的职位却是总裁，谁家公司缺总裁啊？请不要搞笑好吗？可想而知，柳如烟投出去的简历全部都石沉大海。
让他去公司从小职员做起。柳如烟也是1万个不能接受，因为她的骄傲不允许去给别人打工。长此以往，柳如烟赋闲在家，就只能靠方圆养着。方圆已经不是当红小花，恢复成最初还未伙食的静女，只能跑跑龙套，收入跟从前那叫一个天壤之别。柳如烟母子俩，特别是柳太太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主，如今住在方圆的公寓里也不知道收敛，因为柳太太自视是方圆的未来丈母娘，觉得花方圆点钱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不是柳家破产，她方圆连柳家的大门都别想入了。方圆现在能有机会好好的孝敬一下她这个丈母娘，是方圆的荣幸。抱着这样高人一等的心态，柳太太一边心里嫌弃方圆，一边伸手向方圆拿钱花，各种买，过得跟从前没法比，却也还算是奢侈。方圆没有办法，得咬牙努力拍戏，接不到什么好角色的他，只能在各种影视剧里客串一下恶毒男配。久而久之，竟然像是成了恶毒男配专业户，与方圆的坎坷星途相比，云溪在娱乐圈走的路鲜花盛开。不过短短1年时间，云溪就重新回到顶流偶像的位置上，比以前更红，粉丝比以前更多。方圆曾经远远的在黄天娱乐总部看过对方一眼，偶像的容貌似乎更好看了，气质也随着时间越发从容尊贵，看一眼就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想过靠近云溪，不再抱有别的不能见光的可笑心思，只是想作为一个粉丝靠近偶像。可云溪的经纪人对他似乎颇有敌意，防范的十分紧，方圆始终都没能够靠近过他。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离他那样的近，如今想要跟他说句话都成了一种奢望。方圆只能在电视上或者综艺节目里寻找对方的身影，买云溪的海报和专辑。柳如烟母子俩住在方圆的公寓里，方圆追星的举动自然瞒不过柳如烟的眼睛。从前柳如烟还是柳氏集团总裁的时候，就因为方圆喜欢云溪的事情吃过醋，哪怕这种喜欢只是粉丝对偶像的喜欢。现在柳如烟本来就不是豪门小姐，方圆把另外一个女人的海报和专辑买回来，刺痛了柳如烟如今敏感又骄傲的自尊心。方圆，你什么意思？你喜欢这个女人是吗？因为柳家破产，我柳如烟落魄了，你就移情别恋了是不是？之前柳如烟吃醋还可以一句话封杀云溪，现在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用言语发泄自己的愤怒和不满。方圆，我告诉你，你喜欢她也没用，你以为她当初被我封杀了，为什么还能重新红起来？还不是因为她勾搭上了10号，我曾经的好未婚夫。柳如烟现在对我恨之入骨，提及我就是一字一顿，咬牙切齿。方圆听了柳如烟的话，呆住了。如果说云溪是他心中的白月光，那么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得上是他平生最讨厌的人。在他是柳如烟的小白脸时，我占据着柳如烟未婚夫的位子，他成了见不得光的存在，更别提后来我说封杀就把他给封杀了。所以在听到他生平最讨厌的男人跟自己心中的白月光偶像女神有染，关系暧昧匪浅，方圆整个人一下子炸了。不可能，不可能的，你胡说！方圆止不住的摇着头，样子颇有些歇斯底里。柳如烟如今跟方圆也算是相看两厌了，见到方圆的这般模样，心里竟然也没觉得有多么意外，只被方圆的疯狂样弄得愣了一下，就立刻反应过来，冷笑了一声：“和我胡说，那是我亲眼所见。你心心念念喜欢的偶像，在10号面前可是谄媚讨好的很。”方圆现在的心情恐怕就是我 TM 心态崩了，他扇了柳如烟一个耳光，叫他滚，自己却率先埋头掩面跑了出去。跑出来后举目四望，方圆才发现自己竟然无处可去。最后他走进了一间酒吧，点了最烈的酒，借酒浇愁。第二天，宿醉的方圆捂着疼痛的脑袋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在一个陌生女人的床上，五雷轰顶，也不过如此。那陌生女人年龄40几岁，他认识方圆，花言巧语的哄道：“我喜欢你很久了，你放心，我一定会负责并且对你好的。”除去方圆现在没有从前红，名气大这一点，作为一个小白脸，方圆还是非常符合标准的，年轻帅气鲜嫩。我派去盯着柳如烟和方圆的人回来向他禀报了这件事情，包括方圆昨晚因为云溪跟柳如烟大吵一架，跑出去酒吧买醉，被中年有钱富婆捡尸，两人上了床。后来听说方圆被那中年女人包养一段时间，做了他的地下情人，另外一边却跟柳如烟没有断干净，依旧在纠缠。那富婆对方圆还算不错，享用了他年轻鲜嫩的身体，没有亏待他，一个月给方圆几10万的零花钱，还在娱乐圈给方圆找了一些资源。方圆终于可以不用只跑龙套、演恶毒男配这些角色了，人气似乎有所复扬。只是好景不长，方圆的金主是有家室的人，金主的老公对上方圆，连老婆的脸面都不给，直接动手。方圆踩起来一点水花的演艺事业，立刻遭遇滑铁卢。第三者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是人人喊打的存在。柳如烟也不可能原谅背叛自己的方圆，气急败坏的动手扇了方圆一个耳光，眼睛里布满红血丝，咬牙破口大骂道：“方圆贱人，我为了你连10号都没嫁，你就是这么对我的，背叛我还给我戴绿帽子，找这么一个老女人，你恶不恶心？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从高高在上的柳家小姐沦落到这个地步？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还是首富10家的儿媳，嫁给10号，将来整个10家都是我的。方圆，你该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方圆也没有了多少羞耻心了，跟只知道伸手向他要钱的柳如烟也算是相看两厌，毫不客气的嘲讽回去：“柳如烟，你那是为了我吗？你是为了你自己，分明是你自己不满意你爷爷的安排，不愿意低三下四的讨好10大少爷，被人说成是没眼光的女人，可是你又没有办法违抗你爷爷的命令，不得不讨好我，我只不过是你打着真爱旗号，让你正大光明反抗你爷爷的一个借口。柳家是因为什么覆灭的？你难道心里不清楚吗？如果不是你爷爷贪心不足，企图用婚姻算计10家，10家又怎么可能屈尊降贵对付柳家？就算没有我，你们柳家亏心事做多了，也无法长久。住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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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如烟一把掐住方圆的脖子，被方圆的话刺激的神色隐隐癫狂。方圆被掐得满脸涨红，喘不上来气，下意识地摸到一个东西，一抬手使劲地往柳如烟太阳穴上砸去。柳如烟额头上流下来一道浓艳的鲜血。昔日3线小鲜肉方圆行凶伤人，落魄豪门刘小姐昏迷不醒。方圆为了不被掐死，举起烟灰缸狠狠地砸破柳如烟的脑袋自救。逛街回家的柳太太见到自己女儿满脸是血，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当即报了警。方圆以故意伤人罪被警方逮捕。柳如烟至今还在昏迷当中。最近正是太太打小三的热门事件中，方圆是男主角之一，所以很快上了头条。否则以方圆这个过气男星，未必能够再登上一次热搜。柳思琪在柳氏集
集团倒台后，就改名回了陆思琪。他本身算是个商业奇才，自己开了个公司，业务上跟时氏集团有往来。我没怎么再关注男女主这件事情，还是从陆思琪嘴里听来的。我慢悠悠地转了下座椅，笑了笑。那恭喜陆总，大仇得报呀！刘老爷子在柳家破产后，整个人精气神也随之一垮，没过多久人就去了。柳如烟如今昏迷不醒，有可能成为植物人，一辈子躺在床上。陆思琪恨柳家，这样的结果，想必是他十分乐意见到的吧？陆思琪微微一笑，同喜。柳家从10几年前起就开始算计你，算计石家的财产。柳如烟是你未婚妻的期间出轨了方圆，还口口声声地拉扯着真爱的大旗。这两人如今落得这样的下场，相爱反目的戏码，想必石大少爷心里也痛快。我笑了笑，站起身来，跟陆思琪握了握手。的确是同行。恰好在这时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云溪走了进来。他看见我与陆思琪手握在一起的画面，抿起了唇瓣没说话，流里浅眸却微暗。我淡定地收回手，握手只是商场上的礼节而已。陆思琪见状连忙告别，石总有客人，那就再会。说完便离开了。我坐在办公桌后边，朝云溪勾了勾手指，姐姐过来。哪怕明知道握手只是一种礼节，亲眼见到别的女人握我的手，云溪心中还是觉得不高兴。听到我的话，云溪抿了抿唇，还是走过来。我将云溪拉在自己身边坐下，手指挑起对方的下巴，仔细地端详着她的表情，笑盈盈道：怎么了？姐姐好像不高兴了。云溪问道：刚刚那个人是谁？我解释道：一个合作伙伴，我跟陆思琪合作扳倒柳家，合作的还挺愉快的。不过看起来我家主神小甜甜不怎么开心呢。我扣着云溪的下巴，在她唇上亲了口。好啦，要是姐姐不喜欢，今后不跟她来往就是了。我就是这样的没心没肺的性格，我放在心上的，愿意宠着纵着，就算对方要天上的星星，我也能跟24星宿神君打上一架，摘下星星送给他。至于不被我放在心上的，管你是谁，连名字都可能不会在我这里留下痕迹。云溪咳了声，耳根微红，声音低低道：其实也没有不高兴。真的吗？我笑盈盈地看着他。云溪默咳了声，改口道：一点点。良久才慢吞吞地开口问道：阿浩不会觉得我无理取闹吗？不会。我斩钉截铁地口吻地说：在我这里，姐姐拥有无理取闹的权利。云溪漠然地抬起眼睛，琉璃眸闪耀着璀璨的亮光。意识到自己反应太过激动，云溪脸上浮现起一丝浅绯色，不好意思地别开眼，轻声说道：过段时间就是我的演唱会的日子，你要来吗？我笑了笑开口：当然去。顶流偶像的演唱会在兰城最大的体育馆举行，体育馆能够容纳上万人。云溪特意让主办方留了一张位置最好的票。当晚我在门口领了应援物，我举着姐姐今天嫁给我的应援牌，在演唱会的前排落座，四处都是粉丝们的尖叫声和欢呼声，还有音乐声。而我的少女站在舞台上，万丈光芒。我勾起了唇角，云溪在我面前就是个小甜甜，干净又羞涩，但是作为偶像，在台上又美又酷的样子，还是第一次见到。演唱会嗨到极点，音乐声像是要将体育馆的上空给掀翻。2个小时的演唱会快要落幕时，原本快节奏的歌曲画风一转，成了优美舒缓的钢琴曲。少女在钢琴面前坐下来，举手投足间都是金贵与优雅。钢琴曲目名叫《致爱丽丝》，现场安静了下来。体育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钢琴前的少女身上，她是光芒所在。我跟粉丝们欣赏着这场演唱会最后一支钢琴曲。良久曲终，人却未散，粉丝们欢呼，挥舞着手中的应援牌和荧光棒，嘴里叫着偶像的名字。云溪竖起一根手指，竖指在唇上，嘘。全场在3秒钟之内安静了下来。少女从钢琴面前起身，清冷的声音从衣领别着的麦克风透出来，传遍整个演唱会现场。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的演唱会。我曾经跌落过深渊里独行，不见天光，在此之前从没有想过还会有站在舞台星光加身的这一天。说完，云溪礼貌地向4个方向鞠躬，认真又庄严。本就心情激昂的粉丝见状，一个个捂着嘴无声地哭泣了起来。他们曾经听信流言蜚语离他而去，亲手打碎他的星光，今后只愿巅峰产生虚伪的拥护，黄昏见证虔诚的信徒。不知是谁起了个头，然后许多人开始异口同声地大喊道：巅峰产生虚伪的拥护，黄昏见证虔诚的信徒。许久等激动沸腾的人声少息，云溪才继续缓缓地开口道：今天在这里我最想感谢一个人，是他在黑暗中给了我光明，让我不再是孑然独行，是他希望我星光满身，站在万丈光芒的地方，所以我才有勇气重新站上舞台。我神色微动，这是下一秒，全场的黑暗中，一束淡白朦胧似月光的追光灯落在我的身上，在追光灯洒向我时，现场运转的摄影机镜头也对准了我，所以演唱会场的几个巨型荧幕也出现了我的容貌与身影。许多粉丝惊诧不已，这个男的是谁啊？他好帅啊，该不会就是姐姐口中那个他最想要感谢的人吧？云溪站在舞台上，隔着人海万千与璀璨灯光，就这么目光款款朝这个方向望了过来，声音清冷而温柔地开口道：10号，你是我此生最感激最喜欢的且想余生共度的人。我一直在想要怎样策划一个求婚仪式才算盛大隆重，才不算辱没了你，思量许久才把它放在今天，因为我的荣耀想与你分享。换作是娱乐圈里任何一个流量偶像在演唱会上公开恋情，甚至是公开求婚，得到的必然是粉丝们情绪激烈的抵抗。但是云溪不同，为了今天的求婚，他已经筹备许久，重新复出开始，就算粉丝们不能接受，大面积脱粉。如果你也是同我一样，可以向我走来吗？他走到我的身边来，顿了下，少女勾起唇，轻轻低低的笑。如果觉得太突然，暂时不能回应也没有关系。总之此生我已经认定了你，求婚100次，只要有1次向我走来，我都觉得此生足矣。突如其来的求婚，对粉丝们来说也是一场猝不及防。不过作为在低谷时离偶像而去，将他一个人抛弃在深渊里，让他独自在黑暗里行走那么久的他们，好像也没有立场去反对拯救了他们偶像的人吧。于是粉丝们起哄道：答应他，答应他！顶流偶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向男朋友求婚，粉丝们竟然还帮忙跟着求婚，这大概是娱乐圈里独一无二。我轻勾嘴角，在万众瞩目下款款的起身，见到我的
的动作。台上的云溪神色紧张的琉璃浅眸里绽放出一线明亮的光彩来，粉丝们都自觉地给我让出一条道路来。在祝福的声音与目光下，我终于走到云溪的身边，我向她伸出一只手来。一旁的舞台下，经纪人兴奋地摩拳擦掌，语气激动地指挥着灯光师和道具师。Yes， 求婚大作战成功！灯光师，给云溪和大少爷的灯光再绚丽一点。道具师，花瓣呢？都给我统统安排上。自家艺人能够拿下大少爷，心愿得偿，人生圆满。经纪人也为之高兴，忍不住热泪盈眶。云溪筹备将近1年的回归演唱会落下帷幕，后台云溪拉着我的手，穿过通道来到化妆间，一关上门，云溪捧着我的脸就急切地亲了下来。我面对云溪难得一见的热情。第二天，蓝城的娱乐版头条铺天盖地的都是云溪昨晚在演唱会上向神秘男友求婚成功的事情，神通广大的网友更是扒出了顶流偶像求婚对象的身份。虽然说我前10几年被石老爷子保护得很好，连号称全能的度娘都没有蓝城第一豪门石大少爷的半张照片，但是后来我成为黄天娱乐的总裁，也算是正式走入人前，于是只要有心，扒出我的身份也不算什么难事。网络上众说纷纭，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一时间将大少爷和娱乐圈偶像交往，日后可能结婚的事情霸占各种经济版和娱乐版的头条。柳如烟由昏睡醒过来，脱离了生命危险，被羁押的方圆基于砸伤柳如烟，是出于自保，就被无罪释放了出来。方圆一出监牢，走在大街上，就听见有年轻男孩在议论：云溪昨晚的演唱会你们去了吗？去了。云溪向男朋友求婚了，听说这个求婚策划了好久，真是浪漫。虽然不想姐姐有男朋友，但是姐姐好不容易有喜欢的男孩子，只要他开心，我们应该支持。再说石大少爷绝对配得上姐姐，岂止呢？我都担心石家是蓝城首富，这豪门太过豪门，姐姐都嫁不进去。方圆头发凌乱，满脸苍白，上前拦在那几个男孩面前，语气惊慌地追问道：你们说什么？姐姐，石大少爷，你们说的姐姐是谁？有个男生见方圆神色不对劲，有点害怕地抽回自己被方圆紧紧抓得有点疼的手，语气不满地回答道：你是山顶洞人吗？还能有几个姐姐？当然是云溪啊！云溪，石大少爷，原来柳如烟说的是真的。方圆满脸的失魂落魄，男生们眼神惴惴不安地看了方圆一眼，嘴里低声地骂了句神经病吧，几人就连忙走开了，只留下方圆一个人在原地喃喃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10号的？连云溪也是。柳如烟醒是醒来了，但是她的精神好像不太正常了，她不记得方圆，不记得柳家破产，也不记得自己被人砸了脑袋的事情，她的大脑错乱了，错乱到以为自己从小跟我青梅竹马，自己喜欢的人从小到大就是我，说只要一毕业就跟我结婚，以至于柳如烟在电视上看见我和云溪在一起的画面有点疯魔，嘴里直叫着不，10号是我的，10号他是我的，他不能娶别人，10号我错了，我不应该跟方圆那个贱人纠缠，我错了，我喜欢的人是你，我不应该那样对你，10号原谅我吧。最后柳如烟不得不被送进精神病院，落得个跟我前世一样的下场，也算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石宅，云溪跟我一起上门拜见石老爷子，少女心情紧张，比她第一次登上舞台的时候还要紧张。很快石老爷子出来了，石老爷子对孙子交往女朋友瞒着自己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很不高兴。不过在见到云溪本人，石老爷子倒是挺满意的。或许云溪没有柳如烟那样从小天之骄子一般豪门阔少的显赫家世，但是有一点，柳如烟是远远不及眼前少女的，那就是真心实意喜欢爱护她的孙子。石家已经是蓝城首富，第一豪门，不需要牺牲下一代的幸福跟谁联姻，他石洪涛只有这么一个孙子，最终希望的只不过是孙子平安，幸福一生。